皇上，后位悬空，于国不利，望皇上三思。嘉贵妃温恭贤良，殊慎其身，贵为母仪天下之风范，实乃后位之不二人选。臣复议。臣昨晚夜观天象，发现西北辅星与地星遥相辉映，可使我大雍朝风调雨顺，地星福泽，与日月同辉。徐来，你什么意思？难不成皇后在西北？可是楚西大元帅镇守着西北，可是楚西大元帅之女，那个西北女霸王，不是西北女流氓。堂堂一国皇后，岂能儿戏？臣抗议！这个传说中的西北女霸王叫什么？回皇上，冯信，洪信，一听就不是安分的名字。是冯，不是洪。那这楚西大元帅冯飞鸿，朕问的是楚西大元帅之女今年多少岁？20。女子年满16就可以议嫁，都20了还没着落，这个女人多少有点毛病。塞勒人是个漂亮人，大将军，要不要把他弄回去？你看他在瞪我们呢。我喜欢，弄回去，让他瞪个够。您是要把他圈养起来吗？可是少将军，您前几日不还威逼利诱那阮家公子，答应和您试着处处看吗？这要是把他弄回去了，阮公子那边总不能捡了西瓜就丢了上一个西瓜吧？整片瓜田我都要。先瞒着阮郎，等他问起来再狡辩也不迟。恬不知耻的西北女人渣，我宁死也不会从你的。渣吗？我只是平等的爱护世间每一个好男儿而已。少将军，元帅请您即刻回府。何事？经理来人了，还带了婚纸。这是要给我家老冯头纳妾？是请少将军尽情完婚。从来都是我惦记别人，没想到有生之年还遭别人惦记。和谁啊？当今皇上。京城传来圣旨，让你去跟皇帝结婚，当皇后。他要是提前了解过我，应该就不会这么冲动。他可能想娶的不只是你，而是楚西的40万大军呢。我最讨厌这种虚情假意、两面三刀之举。爹，要不我们造反吧？反！造反容易，可是造反之后谁来当皇帝？我反正不想。你想吗？只要你点头，老子就起义。当皇帝大多都短命，我也不行。我还小。反！一天到晚就想着造反。你们以为造反很容易吗？得花很大一笔钱，算过没有？这反贼有什么好当的？你要是去当了皇后，有了子嗣，这皇帝说是不听话，大可以去父留子，另立新皇，这不比直接造反省事的多吗？爹，没事别惹我娘。家有猛虎，当谁惹得起似的。那阿姐真的要去京城当皇后了吗？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路她自己选。不，是当太后。这些奏折里，有一半都是来弹劾你的，说你乱观星象，不懂装懂，还说你祸乱圣听。微臣知错了，被他们发现了。你还知道？那你下次就小心一点，不要让他们发现了。皇上，您当真决定娶那冯氏女为后？你当朕的圣旨是下着玩的？臣不敢，只是那个冯氏女的风评着实不太好。让你去弄那个洪氏女的画像，弄到了吗？臣弄到了，只不过她
皇上您最好有个心理准备。怎么着，很丑啊？这什么丑女人没见过？不是，丑归丑，那她怎么还长胡子呢？据西北那边的消息，冯氏女就长这个样，比男子还有男子气概。这鼻毛都长出鼻子了，你管这叫男子气概？有那么夸张吗？来给微臣看看，来你看看。哼，皇上，要不您为了江山社稷就忍忍。去，给永安王送封信，让他来喝喜酒。自从7年前征楚失败了，永安王好不容易逃出京，怎会轻易再来？只要他上位之心不死，知道了朕要娶洪氏女当皇后，他就必然会有动作。是冯。哦，好一个借刀杀人啊！永安王行动了吗？皇上，他派出了人手去，可是我们的人跟了几百米，发现他丝毫没有要动手的意思，反倒像是在暗中保护冯氏女。看来朕还是低估了他的智商了。去，把徐来给叫来。是。从今日起，休朝数日。朕对外宣称去你那里练长生不死丹了，给朕守住了。臣尽量。那些人暗中跟了100-200里，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就往死里。是。他们打什么？不都是应该冲着我来吗？估计是两方势力狭路相逢，不火拼一场，说不过去。少将军，可要动手？一对主仆敢单枪匹马来搞我，说明很有自信。我就喜欢跟自信的人打交道。去弄他们！看你们打得这么惨，也该我了。再不专心，只会丧命的。小心！皇上，没事吧？没事。我们走。那个杀千刀的敢伤少将军至此，要是让我逮到他了，定要将他生剥活剐了。那你打算怎么逮到他？这不难，只要谁的手掌与这掌印契合，谁就是凶手。难道要让人挨个来摸少将军胸前的掌印？岂不是人人都要摸一把？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哪里不错了？我是要将掌印踏下来。这掌印恐怕一时半会也消不了。你要是大婚当夜被皇帝看见怎么办啊？要是大婚当夜被皇帝看见怎么办？就是，总不能让他发现少将军这里被人摸过。这简单，不让他看见便是了。怎么才能不让他看见？把他打瞎吗？我不脱衣服不就成了？可少将军不是要新婚之夜一举得男吗？不脱衣服怎么办他？一定要脱衣服吗？光脱裤子是犯法吗？他要是不小心看见了呢？那就说是胎记。谁的胎记会是一个手掌印啊？对啊，皇帝
有这么好骗吗？怎么了？投胎的时候被阎王一巴掌打来人间的。他要是不信，自己问阎王去。也不知道皇帝美貌与否。哈，男人嘛，熄了灯都一样。那可不一样，这猛男和弱鸡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不如我帮少将军探一探。皇上这是被小花猫给挠了。狗日的！皇上，他这实力虽然不弱，可也受了您一掌，没讨着好。他打了朕2拳，却只受了这1掌，你觉得一样吗？是属下之过，没能事先打探清楚冯氏女身边的高手，请主子降罪。能让君臣2人如此吃瘪，这得是遇到多大的劲敌？朕不在的这几日，百官有没有闹事儿？没有闹事，只不过他们担心皇上沉迷炼丹，不理朝政，误了国事，准备另立新君。皇上，皇后已进京，并且命人送上了生辰八字。来，帮朕看看这个洪氏女的八字如何，看看能不能受得住朕的天命，看朕能不能克死她。皇帝的八字就够硬了，皇后的还硬，这2人的结合在一起，岂不是生生互克？这天命之事，还恕臣看不清。只不过皇上和皇后大抵注定有一段姻缘，只不过这姻缘长姻缘短，主要看造化。姻缘，朕最不缺的就是姻缘。您说的是那3宫6院，也不见皇上您学会享受。自古以来，会享受3宫6院的皇帝多了去了，你看哪个长寿了？朕还想再多活2年。只是恐怕要让少将军失望了。他长得很丑吗？据钦天监所述，约莫是个丑八怪，而且丑人多作怪，好像还不好相与。你是来替你们家主子打探的吗？怎么？难道皇上相貌丑陋，秉性不好，不好相处，你们家主子就不嫁了？通常为人臣的都会把君往好了说，要是长得还行的，会说成是极好；要是长得不好的，也会被说成是一般。要是人臣都说他长得丑的话，那可能真的是奇丑无比了。难道新婚当晚真要熄了灯来办？还是熄吧，要不然少将军可能会很扫兴。事到如今，别说这些废话了，免得扫少将军的兴。嗨，我不心烦。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结婚不是目的，结婚只是手段。皇上，今日大喜之日，应该高兴些才是。娶这么个人进宫，还指望朕敲锣打鼓吗？皇后到！衣着仪态还算上得了台面，好在脸被遮住了，没露出丑态。皮肤倒是很有光泽，肯定是涂了很厚的粉。眉毛好像没有长得那么丑，肯定是修剪过。这手倒长得不错，修长分明。这冯氏女的手不如大家闺秀，但指节匀称，线条流畅。祷告帝后相携，从此国运昌隆，风调雨顺。虽说在西北调戏二郎时也摸过小手，但还不曾跟谁这样手牵手走过。要不是为了婚典，别说牵他的手，就是碰一下他的手指头我都不想。装什么泰然自若，给他几分力，在这种场合下，再疼他也得给朕忍着。牵手就牵手，那你暗暗用力捏我干什么？这冯氏女的力气还是蛮大的，手指骨都快给我捏断了。扭我这么紧干什么？
是想弄断朕的手吗？你握这么紧干什么？是想弄断朕的手吗？小东西，声音压低了还挺好听。皇上突然用力握紧我感受到了皇上对我的情意，我也想表达一下我的热情。你怕是误解了朕对你的情意。但我的热情，希望皇上不要误。皇上，该上香了。有谁会像你这么大力气？我是个粗人，出生在西北蛮地，别的什么没养好，就是养了一身的力气，让皇上见笑了。这女人一身蛮力，连同那3个贼子都是有窝的野。今日你我大婚，你却伤朕龙体，朕大可以治你的罪。就因为我把皇上弄疼了吗？皇上，该上香了。我若说你行刺，你必罪该万死。行刺？怎么行刺？这样手牵手行刺？皇上，着实该上香了。李成，不是，这算怎么回事啊？一结完婚就走，是在下少将军的脸面吗？真是丑人多作怪。娘娘，奴才汪明德专管后宫庶务，娘娘的嫁妆一会儿自会送到中宫去。至于人嘛，娘娘可以带着自己的婢女。至于那些兵，娘娘怕是带不到中宫去了。什么兵？最多只能算护卫，他们也是我的嫁妆。娘娘，这不合规矩。这在民间，夫妻拜完堂是要一起入洞房的。这皇上一完成婚典就立马走了，也不同我一道入住中宫，这合规矩吗？这合规矩吗？可见呀，这规矩都是立给别人守的。我不是别人，我是他的皇后，所以啊，我们都不需要守规矩。属下斗胆请问，皇上这是怎么了？微臣愿为皇上分忧。皇上，你的手怎么变成鸡爪了？这不会是皇后伤的吧？那野人胆大包天，竟敢捏朕的手！话说他那手是钳子吗？岂有此理！皇上，要不要属下去向皇后问罪？周统领，你就不要火上浇油了。这皇后再怎么凶残，也不可能主动对皇上下手啊！徐大人是瞎了吗？皇上的手都伤成这样，怎么可能还会有假？那有没有可能是皇上先捏的皇后呢？朕不能捏他吗？朕只是想让洪氏女吃点痛，长点记性，哪知道他竟这般力大无穷，太不是个东西。原来是皇上先挑的事，只是没干赢。不管怎么样，皇后把皇上伤成这样就是不对。我告诉你，朕就是不想在婚典上闹得太难看。朕要是使出全力，他那只手早已经不复存在。皇上，今日是大婚，您真的不去中宫看看？中宫的情况怎么样了？皇后可等着急了？我若是今晚不去，3宫6院可都瞧着呢，很快就会知道皇后不得宠，毕竟还在后宫，难以立足。没有，皇后很忙。她在忙什么？她把冯家护卫全都带进宫了。进了中宫以后，她忙着安排护卫看守各处，又忙着把中宫的人都召集了起来，认了个遍。皇上，皇后好像把中宫换成她自己的地盘了。刚进宫就闹出这么大动静，无非是想把朕引过去，就这点小伎俩。他的人是怎么进宫的？后宫总管汪公公。汪明德办事不力，把他拉出来，拉到皇后面前毒打一顿。以后底下的人就该知道谁的令该听，谁的令不该听。是。奴婢知道您求子心切，皇后只要今晚把这粉粉给皇帝喂下去，保准他狼性大发，一举得男。这是什么粉粉？猛男蹄类。哇哦，一听名字就是一个好东西。皇上饶命！皇后快救救我！皇上饶命啊！太监是听我命令办事，现在打他是在打我的脸吗？折柳摘桃。皇后娘娘，皇后娘娘，救命啊！我们是皇后身边的侍女，你是何人？我乃宫中禁卫统领，奉皇上的命令，前来处置这个奴才。王公公这是犯了什么错？他办事不力，
坏了宫中规矩。我们皇后娘娘觉得她办事很牢靠，侍奉得很好。正是，你现在打她打给谁看？你要是把她打死了，我们皇后找谁做事？你吗？皇命不可违。我们皇后说了，你打吧，随便打。打得她不能做事了，就再献阉一个在这中宫做事。我们皇后说，你就挺合适的。宫中太监众多，皇后娘娘从中再挑选一个便是。不，我们皇后就喜欢献阉的。这皇后怎么会这样？你既是奉皇命而来，我们表示尊重。那皇后之命你就不听吗？没想到你身为皇上近臣，竟是一个以下犯上的忤逆之辈。你们两个怎能如此颠倒是非？哼，你还打吗？打我是打，只要不打折，这汪明德还能站起来做事不就行了？给我打！哎呦，疼死我了！走。多谢皇后娘娘出手相救。我们皇后对自己人向来是护短的，不过对待有异心的人，也是向来不留情面。咱家明白。去问问皇上到底什么时候来。怎么了？皇上突发恶疾，来不了了。皇上突发恶疾，来不了了。这宫里的嘉贵妃脑壳痛，皇上连夜赶去她那边了，早不痛晚不痛，偏偏今天晚上痛。还有皇上，明明今天皇后大婚，他还往别处跑，这是存心让皇后难看。看来皇上爱护娇娇女子的心肠，如同我爱护世间好儿郎的心肠是一样的。皇后还替他说话，难道就不生气吗？如果生气能气死他的话，这气倒也值得一受。皇后能说会打，这么优秀，原以为进宫来多少能令皇上刮目相看。皇上要真的爱宠皇后，来日遣散后宫，独宠皇后一人也未尝不可呀。啊，那这岂不会是把我看得很紧？做人要理智，千万不要有这种昏头的想法。可惜了准备的药粉，留着吧，他几时来几时给他喝。这模样哪是头疼，更像是喝多了春药。皇上，爱妃不必多礼，既身体不便，便躺着吧。谢谢皇上体恤。今日是皇上与皇后大婚的日子，本是大喜的日子，此时我却害皇上还要来看望臣妾，都怪臣妾的身子不争气，真是羞愧难当。那朕现在走。皇上，来都来了，不如陪臣妾坐一会儿吧。不急，先喝杯水。这来都来了，有的是时间给你睡。来，爱妃。谢皇上。现在怎么样？还疼吗？陛下想臣妾吗？陛下，皇上来了。他不是在贵妃那里吗？也不是非得专程到这里呢。皇上驾到！
快把蜡烛熄了，以免他丑的把皇后的瞌睡都吓跑。娘娘，皇上进中门了，并传话来说，叫娘娘不要点灯，以免打扰了娘娘休息。这酒还给皇上喝吗？总觉得怪膈应的。前半夜才去了别人那里，后半夜又来皇后这里，也不知道洗干净了没有。就好像别人吃剩下又吐出来的骨头，总不能捡起来又啃一遍吧？我还是收起吧。来都来了，给他喝。皇后今夜还是要一举得男吗？先容我看看猛男是怎么涕泪的。可别让他跑了。走，走。怎么朕一见到他手就疼？皇后见了朕怎么不行礼啊？见过皇上。如此懒散懈怠，皇后怕不是不欢迎朕？你要不看看现在什么时辰了？无论朕什么时候来，皇后都得应。也是，这皇上白天日理万机，晚上也十分操劳。这一晚上呢，要赶好几次场，在时间管理上真是无人能及。皇上辛苦了。你也用不着这样阴阳怪气的。皇后无非是怪朕新婚之夜没有来罢了。朕这不是来了吗？既然都来了，还有这合卺酒没喝，那就喝上吧。他一会儿喝了这小酒，一会儿浪起来，求着我想要，那就是热闹有趣了。我喜欢看。是该喝了这合卺酒，还有一枚酌情丹，正好给这野皇后喝了，让她自己在床上滚。不劳烦皇后，朕亲自给皇后斟酒。那就谢过皇上。这酒啊，是宫中秘酒，需要晃一晃，才能充分的散发酒香。那就好好晃一晃，让粉粉充分的融化在酒里。以往跟其他妃子都是用一颗丹，用一杯水，现在一颗丹要一壶酒，他才喝了一杯，是不是量不够？一定是量不够。那包粉粉本身量不多，壶这么大，一壶酒他才喝了一小杯，药效甚微也能理解。一定是量不够。皇后要不要再来一杯？正合我意。我来。请。来。为什么这酌情丹对他没有药效？是不是这颗丹没炼好，所以失去了药效？明日定好好收拾徐来。不是说好的猛男喝了会涕泪吗？是不是这粉粉放的太久过期了呢？既然酒都喝完了，皇上接下来该如何？你当如何？我打算睡觉。那既如此，朕就不打扰皇后休息了。朕准备回乾清宫，皇后请自便。皇上一路顺风。后宫的嫔妃见了朕，就跟蜘蛛精见了唐僧肉一样，而她不仅没有一丝半毫的挽留之意，还巴不得朕快些走。她一个丑人，朕都顾全大局来了，她还嫌弃上我来了。膝盖没了。哎呀，皇上若是看我不顺眼，大可以叫我发落回西北，怎么能帮我打我？哎呀，你打的朕，
朕都没好，你好什么？方才皇上推了臣妾一掌，推的时候臣妾扭了一下手臂，这都是出于身体的本能反应，怎么能叫打？你这不叫，这叫什么？只能说是摸了一下皇上的脸。皇上刚才打臣妾这一巴掌，这才叫疼。这把话说完了，让朕说什么？他也是仗着他冯家有权有势，才敢如此放肆。这哪是娶了个皇后，分明是娶了个马蜂窝。皇上，你这腿怎么了？朕得风湿了。皇上以前有风湿吗？我这2天才有的。可这2天天气晴朗，并无湿气，皇上怎么会犯风湿呢？究竟是什么样的风湿把皇上折磨成这样？还有你的脸。哦，对，风湿，绝对是风湿。我看你脑子也得风湿。过来，给朕上药。哼，这定是皇后的手笔。成婚1日，皇上却接连受伤，是可忍孰不可忍啊！皇上，您现在就下个命令，我现在就去给您讨回公道去。那你去吧，去替朕杀了他。那你去替朕杀了他。我哪里杀得了啊？不被皇后身边的人阉了就不错了。皇上，那什么，臣突然想起来，臣家中还有点急事，臣先撤了啊。那你去。皇上该上早朝了。早什么朝？你让朕瘸着腿去上早朝啊？奴才该死，皇上恕罪啊！传旨，今日早朝免了吧。天杀的野皇后，要弄死她，还需要一个契机。这酒都喝光了，怎么皇上昨天晚上走的时候还是很正常？你那粉粉没药效，他昨晚喝了半壶都不见起效。不可能，那可是猛男涕泪。哎，这里有9字。这块地毯上有酒味，皇上没喝。这狗皇帝心眼还挺多。娘娘可梳洗好了，一会儿各宫娘娘该向娘娘请安了。行吧，办上吧。人呢？娘娘息怒，各宫妃嫔刚差人传了话，说是病了，唯恐将病气传给娘娘，故而请了病假。臣妾参见贵妃娘娘，娘娘万福金安。今日乃中宫大婚后第1天，众妹妹不去给皇后请安，怎么要来我这儿来？臣妾等以贵妃娘娘马首是瞻。坐吧。谢娘娘。听闻皇上昨日婚典刚结束，就把皇后晾在一边了。还是贵妃娘娘得宠，大婚之日，皇上也不往娘娘这儿来。皇上后半夜虽去了中宫，但听说没过一会儿就走了。到底是西北之地来的蛮人，风情又不得皇上圣心，才是正理。也就只有咱贵妃娘娘这般国色天香，才配独得圣宠呢。各宫妃嫔都倒向嘉贵妃，只怕皇后娘娘名存实亡了。嘉贵妃这么得势又得宠，皇上怎么不让她当皇后？真是一针见血。所以啊，你莫慌，在我当太后之前，我还是皇后。娘娘，这话可不兴说呀，小心隔墙有耳。放心，这里都是我的护卫守着，不存在隔墙有耳。要是传到皇上那里，那也只能是你传的。这后宫众人一起病倒，这是觉得我傻好糊弄，还是在公然挑衅我的权威？娘娘息怒。唉，我不怒，我觉得他们这是得了传染病啊！这疫病防治不可疏忽。王公公、宣太医，随我一起去除疫病。主子，皇后娘娘正往这边来了，快，我回长山装一装。
臣妾参见皇后娘娘。只是臣妾尚在病中，恐过了病气给娘娘，还见娘娘恕臣妾无法当面请安之过。无妨，我带了太医来。这宫里啊，最怕传染瘟疫，这一病就倒了这么多人，里里外外都要去一去病气。是。赶紧的，把这药端去给娘娘喝了。我不喝。求贵人，您就喝了吧。现在喝了，一会儿就不用受罪了。我不喝。张嘴，喝下去，别动。张嘴。你们两个。控制一下面部表情，别表现得像无法无天的恶徒一样。贵人，来，张嘴，喝药，喝药，感觉更变态了。回禀娘娘，后宫各位嫔妃都被皇后整治一番，现如今个个怨声载道的，一来就得罪全后宫的人。咱们这位皇后，莫不是新婚夜被我抢了夫婿，气病了？听闻他们已经朝我们怡清宫来了，我还未去给他难堪，他倒先找上门来了。一个刚来几天的皇后，却敢在您面前立威风，真是不知所谓。也不看贵妃娘娘您在这后宫立足多久了？那是仗着冯家那40万兵马，冯家再厉害，内远在西北，而娘娘您的父亲则是能任用百官的当朝宰辅，他呀如何能与您争锋呢？他既上赶着找顾自裁，那本宫就不客气了。皇后娘娘，请见谅，没有贵妃娘娘的旨意，奴才可不敢放心。你们且放心，我不是来闹事的，我来瞧瞧嘉贵妃的病。多谢皇后娘娘，皇后娘娘的好意，奴才定会转达给贵妃娘娘。皇后，请回吧。这近来宫里生病的人挺多，别处我都已经让太医院派了药去。要是贵妃这里不处理，回头传染开来怎么办？由你负责吗？奴婢们只是听命令办差，还请皇后娘娘莫要为难。那好吧，贵妃不肯治病就算了，那就先把除了贵妃寝宫以外的怡清宫上下都里里外外要熏一遍，未免病情扩散。即日起，贵妃暂居寝宫隔离，先叫人守着，守半个月再探亲。是。还从来没有人敢向贵妃娘娘发难。去把中宫的人都叫过来，封锁这宫门。是。谁说本宫病了？不是说冯氏女丑如夜叉吗？怎么生得如此好相貌？皇后如此兴师动众，未免也太小题大做了。既然没病，为什么不来请安？管你背景有多厉害，皇上只能是我一个人的。皇上总喜欢往怡清宫来，本宫夜里侍奉皇上，精疲力尽，白天自然没法去给皇后请安。那你这身子可真的不行了，你别搞坏了。皇后是在诅咒本宫吗？哎呀，我是心疼你。你看这后宫好些人连皇上的面都没见过，更别说侍寝了，而你却侍寝侍的亏了身子，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要不然你别这么累，分点给别人。皇上非要来我这儿，我能有什么办法？你没办法，我有啊。回头呢，我就做个计划，这后宫妃嫔按品级分配，争取每人每月至少侍寝一次，这样你轻松，他们也高兴。这雨露均沾，百花齐放，你觉得如何？这雨露均沾，百花齐放，你觉得如何？皇后不过是看不得我独宠后宫罢了。
这独宠后宫可不是什么好事。这历史上蛊惑军心的祸国妖妃都是被独宠，最后免不了红颜薄命，香消玉殒。眼下你就昏了头，连尊卑都不分了，再这样下去还怎么得了？臣妾不敢。贵妃请起。这后宫要是人人都像贵妃这样有，那大家都是和谐美好的一家人。皇上，皇后走后，嘉贵妃大发雷霆，怡清宫的瓷器都摔了3回了。他俩倒叫朕的那口出息。终归他俩都是皇上您的后宫啊。皇上，您本就不喜欢嘉贵妃唯我独尊，这次皇后跟嘉贵妃比擂台，你便可坐收渔利。听闻皇后还有安排什么侍寝计划，似是要把嘉贵妃侍寝的日子分给其他人，还管到朕的头上来。皇上，这可是好事啊！您本来就不想宠幸嘉贵妃，如此一来，便可名正言顺的少去怡清宫。这有关皇后杯，有负您自己想，好事。你也想跟着一起享福吧？皇上，您看我这黑眼圈，我日日熬夜炼琢清丹，微臣的身子骨受不住啊！让他折腾吧，我倒要看看他能排出个什么计划。哇，皇上1个月要播种26、7日，其中几天您给他安排了3、4个嫔妃，这皇上腰子能吃得消吗？那就给他调整一下饮食，每天晚上给他加2个腰子吃吃，来个腰肝合炒，泡椒味的。突然有点饿了。皇后怎么就安排别的了？自己呢？后宫总共就这1匹马，人人都想骑，我何必凑这个热闹？那您怀子嗣怎么办？不必我亲自上阵啊！这后宫这么多人，这么多肚子，难道不比我一个人的好使吗？等他们有了孩子，我挑一个过继便是。到时候去父留子，后继有人了。过继给皇后，那就是太子啊，他们生母巴不得呢。所以呀，得多给他们点机会，看看是谁的肚子争气。1个月呢，给皇帝安排休息个4天，其余时间按照顺序，后宫各处轮着走。那皇上要是不按计划行事怎么办啊？那就先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若是不愿意呢？这营里给马配种时，他们都会给马喂点好东西，他们就愿意干了。这皇帝估摸着也差不多吧。各位病都好了吗？多谢娘娘关心，臣妾已然痊愈。这以后生病了也该如此，及时看病吃药，方能早好。是。这个呀，是我做的侍寝计划，按照大家的品级排序，保准你们每月至少能侍寝1次。这可是实打实的好事儿，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得到了。跟着嘉贵妃连汤都喝不着，跟着皇后竟然有肉吃。诸位可要多多努力，早日为皇上诞下龙嗣。臣妾谨记皇后娘娘教诲。放肆！他这是把朕当牛马了，还是把朕当银棍了？皇后说，皇上的3宫6院人挺多的，所以免不了要操劳些。他这是不满朕有3宫6院，恨不得这后宫就他一人。他都当上皇后了，他有什么不满的？果然呢，这女人啊，就是狭隘慎妒，心胸容不得他人啊。是这样吗？这是什么顶级理解？你还在这看什么？滚回去，滚回中宫，好好获得皇后的信任，要不然我新账就让跟你一起算。是，奴才遵旨。奴才这就滚。牛马，这次用的甚是精品，耕地的牛，播种的马，总结的真到位。你什么都没说。皇上有没有赞成此计划？皇上既没有赞同，也没有否决。那没有否决，就是赞同。是这样吗？这又是什么顶级理解？皇后娘娘，皇上今夜会至宜坤宫，
请皇后娘娘早做准备。他来做甚？这不在我的计划之内啊。皇上说他不仅今夜会来，而且今后半个月都会来，还请皇后娘娘把偏殿收拾出来，皇上夜间会在偏殿揽政。请皇上放心，娘娘一定好生准备。皇上，奴才已经按您的吩咐把消息宣扬出去了，后宫此刻一片哗然呢。想靠朕笼络后宫人心，朕偏不叫他如意。我不仅不会宠幸后宫，我还要天天到中宫去。他把朕当牛马，朕就毁他信誉，叫他再也无法在后宫立足。皇后管得太宽了，竟还想干涉皇上照谁侍寝。皇上这是想给他点颜色瞧瞧。皇后口口声声说要雨露均沾，要给各宫安排侍寝机会，可如今1月有半月时间，皇上竟留在他的中宫之中，后宫定会觉得他是一个两面三刀的小人，以后谁还会信他？这样一来，恩德全都变成仇怨了。皇后此刻因为能留皇上半个月，怕是已经高兴疯了，哪能想到这些？我就说吧，他不会答应的，怎么办呢？先把偏殿收拾出来再说。传话给皇后，朕要在这批阅折子，让她先睡，亥时末来叫朕。是。皇后睡了？已经熄灯睡了。你去门口守着。是。赵公公。过来。这皇后的侍女看着倒是机灵无害的模样。皇后娘娘体恤赵公公辛苦，特赏了点点心来吃。哎呀，奴才多谢皇后了。好吃。有刺客！皇上，臣妾参见皇上。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在这儿？臣妾来给皇后请安，说了会儿话便倦了，皇后便让臣妾来偏殿休息，方才睡醒。下一个事情的该是谁？云婕妤安排。皇后，我们这是不是在中宫拉皮条啊？干嘛要把成人之美说得这么直白？皇上，我怎么睡着了？哎呀，今天可绝对不能再倒了。赵公公，皇后请吃夜宵。谢谢皇后啊，我不饿。那您喝口茶润润喉吧。老奴也不渴，不渴。那您困吗？不困，老奴不困，不困。皇上，臣妾给您送笔来了。
皇上，您放心，带着偏殿呢，我仔仔细细都查了3遍了，保证屋里没有藏人。而且今天墨汁充足，御笔完好。去外边守着吧。若是再有人闯进了，我剥了你的皮。是。皇上，臣妾来为您点灯了。皇室，你不要太过分了！真以为这收拾不了你是吗？皇上息怒！都退下，把皇后给我喊来。是。皇后，今晚的皮条拉断了。你可知后宫媚乱军心是大罪？他们怎么媚乱了？一而再再而三地安排后宫诸人扰乱军心，这不是媚乱是什么？我身为皇后，照顾后宫是我的职责。我邀请姐妹来中宫消遣，又没邀请您，是您自己非要来，来了以后又在偏殿状况频出，他们好心帮忙，还帮出错来了。你不要以为你是洪家女，朕就不敢动你。我不是洪家女，我是冯家女。你叫洪姓是吧？朕告诉你，你若安分守己，在宫里可相安无事；你若蓄意生事，那就不要怪朕不客气了。我也不叫洪姓，我叫冯姓。朕以后都得这么叫。皇后要是难受的话，那就忍着吧。那皇上叫我皇后倒是叫得蛮清楚，皇上应该叫我房后，我叫您房上，倒也登对。你在嘲笑朕的口音？你在嘲笑朕的口音？口音有什么可嘲笑的？我只是把它变成是一种日常，这样听习惯了就不难受了。你不想着纠正朕，还想误导朕？这哪里是误导啊，这是尊重。皇上，皇上何故如此生气啊？皇上，皇后言行无度，朕属实难以忍受。那皇上需要把他给废了。不，把他杀了。就这。朕不吃这些腰子是会死吗？皇后关心皇上太过操劳，特意吩咐御膳房做的。既然皇后那么喜欢，那就都拿给她吃好。朕不需要。洪姓，看来你在后宫的日子可过得还是太舒服了。这做的不是挺好吃的吗？怎么他还不要？这有时候啊，过分自信不是一件好事儿，身子呀，往往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掏空的。这该补还是得补。皇后娘娘，这统领6宫除了实权，还得有凤印，这以后上下传达都需要凤印盖章。这朝廷的命妇们都认这凤印，谁手中掌控了凤印，谁就是6宫之尊。这与军中的兵符一个道理，竟然忘了这茬。那我的凤印呢？长什么样？我还没见过呢。在娘娘进宫之前呀，这后宫由嘉贵妃代为掌管，这凤印暂时保存在嘉贵妃手中。想来应当是皇上近来国务繁忙，忘了提及，嘉贵妃亦没有想起来，才忽略了此事。那还是该拿回来，属于我的东西，岂有沦落在别人之手的道理？你传个话给嘉贵妃，看看这封印是我过去取，还是她送过来，携带方便。是，可算是完成了皇上交代的挑拨皇后与贵妃的命令。又是双面间谍，兢兢业业的一天。岂有此理！这都第几回了？以往皇上1个月有半个月都在本宫这里，现在1个月只来3、5回。奴婢听闻，如今各宫娘娘都受了恩宠，个个花枝招展的，对皇后马首是瞻。皇后不仅不嫉妒，还喜欢听他们讨论皇上对他们花样如何繁多，把他们折腾的如何累晕晕的。一群贱人！娘娘，汪公公刚才过来传话，说让您把凤印给皇后送过去。他不提，本宫差点忘了，这凤印当初是皇上交给本宫的，如今归还给中宫也是应该的。娘娘，当真要把这凤印拱手让人吗？本宫像是那么无用的人吗？娘娘，
大事不好了，您的封印被盗了。稀奇，这昨不是还说禀了皇上就把封印送来吗？怎么还被盗了？嘉贵妃近日想取封印，打开盒子，发现封印早已不在了。她命人彻查此事，发现盗取封印的正是陈贵人。眼下陈贵人正在怡清宫里受处置呢。皇后到！皇后来得正好，陈贵人盗窃封印，罪该万死。本宫念在昔日情分，只是杖责他100，是死是活，还请皇后定夺。都坐下吧，站着累，家人们都坐着看。你打了他100仗，这人都打死了，我还怎么定夺他的死活？他胆大包天，死不足惜。皇后娘娘，臣妾冤枉。你放心，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很冤枉。皇后是什么意思？难道本宫不该打他吗？你大可以先听听他怎么说。臣妾未曾盗窃封印，是福禄公公昨日到我宫里送贵妃娘娘赏赐的点心，是他经过臣妾的进宫。一派胡言！陈贵人死到临头还在胡搅蛮缠，继续打！福禄公公，你莫慌，陈贵人又没说是你偷偷把这个藏在他寝宫的。皇后娘娘明鉴，奴才可不敢做那般事。把陈贵人扶起来，将福禄公公按下去，先打100仗再说。贵妃娘娘救我！皇后是要在怡清宫打本宫的人吗？偷窃封印可是大事，嘉贵妃刚才不是说了，生死由我定夺。奴才是冤枉的呀！你要是觉得冤，你就学学人家陈贵人，仔细说出个因由来，否则我怎么替你做主啊？皇后居然比我还目中无人，问都不问，先打了再说。够了！这事儿呢，其实也好办，去查一查上次嘉贵妃使用封印是什么时候，再查从那天到今天这段时间都有何人去过陈贵人的住所。贵妃娘娘上次使用封印，应当是2日前。那就更好办了，时间短，很好查。就是他，昨日去过陈妾那里。奴才冤枉啊！光喊冤是没用的，你要学会申辩，我才能替你做主啊。盗窃封印可是大事，栽赃罪人，罪也不小，整个后宫都看着你。虽然大家都是一家人，但家规不可废，100仗已经解决不了问题，那我只好忍痛将你杖杀。大家救我呀！大家救我呀！皇后，福禄乃是本宫的人，本宫自会处置。也行，换你的人来打，还请皇后做事不要太绝。这贵人犯了错，尚死不足惜，怎么一个太监嘉贵妃倒吸上了？嘉贵妃，我们都是后宫表率，起的是榜样作用，上行下效，你要一视同仁，方才服众。话已至此，就由你自行来处置吧。既然如此，还请皇后定夺。你不处置了吗？皇后乃后宫之主，事关皇后封印，臣妾不敢僭越。那好吧，既然贵妃不忍，我也悲痛，继续打吧。人面兽心的狠货，他哪里有半分悲痛？贵妃娘娘救我，奴才冤枉！将陈贵人抬下去，叫太医好生看着，莫要留下疤痕烙印病根。这以后啊，还要侍奉皇上。家人们，都散了吧。出了这事儿啊，各宫都人心戚戚，不敢造次。对皇后，
也是前所未有的敬畏。这还道他只会用些媚论的手段笼络人心，他倒是会耍威风。朕还是小看了这野皇后。皇后的处置按照宫规合理合法，挑不出错。但是她正面与嘉贵妃发生冲突，是不是多少有点不太会为人吧？为人，朕对她没那么高期望。往后皇后和贵妃必然势如水火。皇后连皇上的夜生活都打扰了，又岂怕和嘉贵妃势如水火？我等的就是她和贵妃打起来，到时候我鼓掌喝彩。这宫里啊，每年都会放出去一批年限已满的太监，引进一批新人，送去那净身房阉成新太监。那我得赶紧替皇后挑几个容貌甚佳的。虽然当了太监就当不成儿郎了，可是挑选几个容貌甚佳的放在中宫，看着也是养眼的。挑选太监容貌是其次，首要的是心性品格。可皇后就喜欢容貌好的。那要是心性品格不好怎么办？那就不要了，再挑下一个容貌好的呗。哟，这不是汪公公吗？见过裴公子。方才那宫女倒是面生啊。那是皇后身边的贴身宫女。哦，哼，是个美人儿。我有办法替姐姐报仇。皇后感动姐姐身边的人，我便让她痛失爱奴，让中宫臭不可闻。哼，裴公子说这是您丢的香囊。我有香囊吗？我怎么不知道？裴公子还说叫你打开香囊，看看里面的东西有没有少。今日亥时相约，御花园一聚。去吧，半个时辰之后，派个侍卫来这儿。是。只等那乖巧的小姑娘送到我眼前，我就拿手帕捂住她的鼻子，等她晕过去，我还有半个时辰的快活。等我玩够了，再把她丢给侍卫营，两人赤裸的躺在一起，后宫就来捉奸。你就是皇后身边的侍女斋桃姑娘。真是人如其名，如桃子一般，水灵灵的。是吗？可我不是桃子，我是斋桃。不管是桃子还是斋桃，都挺可爱的。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可爱呢。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可爱呢。好像有人来了，快躲起来！在西北，他们都叫我斋头，不好听，后来才叫的斋桃。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可爱的。皇后，这人怎么处置？跟贵妃挺像，不愧是姐弟，得有6、7分像。要不把他扔湖里去？哎，你杀人就杀人，留个尸体在湖里，等着人来查我们吗？我把他运到城外，然后把尸体烧个干净。我们初来乍到，不用搞那么残暴。我现在可是皇后，你杀人得当面杀，你背后杀人，别人会说我是犯罪。皇后说的有道理，那就把他送去净身房去，给他修身养性。这怡清宫的大太监不是没了吗？修完身后，把他送去怡清宫当差，他们姐弟俩好好作伴。我去，逃出们，来修个干净。今天晚上，皇后在后宫发现了个逃跑的儿郎，想必是你们白天送进宫要阉割的漏网之鱼。你，还有你，你们是怎么办事情的？竟然他在后宫里乱窜！是皇后娘娘快受到他的失职之罪，居然落了一个，白天人数对得上呀！皇后娘娘不怪，你们加个工，就把他给弄了吧。这，快干活吧！你们这些狗奴才要干什么？快放开我！就这一刀痛一刀，忍忍就过去了。谁允许你把我弟弟送去净身房的？就算你是皇后，你也没有权利滥用私刑，更不能蓄意谋害世家子弟。凤氏，别人都奉承你，本宫不怕你，在本宫眼里你什么都不是。今日你若不给个说法，本宫定不会饶你。朝廷百官亦会叫你口诛笔伐，让你再无容身之地。贵妃娘娘，你这话对皇后娘娘说出口，你可是大逆不道啊！怎么，
有本事就处死本宫，你敢吗？身为皇后，怎可如此任意妄为，恶意伤残命官重臣之子？往小的说是目无法纪，往大的说是破坏君臣团结，祸乱朝纲。裴宰府今早惊闻噩耗，都受不住打击，晕倒了。臣请求皇上废除妖后。臣请皇上废除妖后。我听你说了这么久，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是不是表达能力有问题啊？你，冯氏，你敢谋害本宫亲弟弟，还把他送去净身房？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亲弟弟。净身房全部太监皆可作证，昨夜就是你的宫女把他送过去的。哦，好像是有这事儿。可送去那人不是那批新进宫当太监的儿郎之一吗？他估计是迷路了，夜深时分还在后宫徘徊，欲对我的侍女行不轨之事，被我当场逮住了。难道那是贵妃的亲弟弟？昨夜本宫留弟弟用膳，是耽误了些时间。我想他就是在出宫的路上被你拦住，送去了净身房吧。可他欲欺辱我的侍女。对，就是我。如此恬不知耻的事，你也敢出来说？全凭你空口白牙，胡说八道。怎么不是你蓄意勾引，祸乱后宫，妄想攀高枝呢？可是昨晚他差人送了这个香囊给我，里面还有他的字条，还有这个手帕，上面还有迷药。弟弟妄自尊大，竟留下了把柄，把人带上来。这两个太监从昨晚到黎明时分一直在湖边鬼鬼祟祟。既然那位祸乱后宫的贼子是贵妃的亲弟弟，那不妨再认认，这两位可是怡清宫的。怡清宫太监那么多，本宫如何认得全，又如何能管束得过来呢？不妨事，那我替贵妃管辖。娘娘饶命！饶命！饶命啊！若你们肯招，我会饶你们一死；但若不肯招，便向那福禄公公供齐。奴才是怡清宫的太监，昨夜随公子一起设计的摘桃姑娘。公子计划迷奸了摘桃姑娘后，诬陷她与师妹通奸。奴才是被逼的，求皇后娘娘饶命啊！昨晚我以为只是抓了一个胆大包天的贼子，没想到竟然阴差阳错抓了贵妃的亲弟，宰府的亲儿子。这等世家子弟也在后宫行淫乱之事，万一我处理不好，被朝廷百官口诛笔伐，让我无处容身，岂不是……侯公公，将方才的笔录以及香囊、手帕等物件交由前锋，给皇上定夺吧。是。等等，别等等了，再等等就下朝了，百官就口诛笔伐不了我了。臣妾错了。你痛恨我，以为我不当皇后，这位置便是你。可事实是，我不轮，也轮不到你。既然现在我是皇后，我不喜欢别人还惦记着我的东西，记住了？还骂吗？臣妾不敢。贵妃言行无状，奈何是皇上宠妃，我打不得也骂不得，那就罚1年的月例吧。送贵妃回宫，静思己过。那狗皇后也该遭嘛，一天天竟不干人事。人言之有理，不能如此便好。不可，不曾。念一遍啊。是。经查，裴宰府之子裴恩宇夜留后宫，设计欲迷奸皇后侍女。
突然这么安静做什么？继续啊！真的不敢。裴青真是交了个好儿子呀，这是把朕的后宫当成他的后宫。赵如海，把这些东西送去裴府，让裴青好好过宫。隔三差五就往后宫跑，朕也谅他儿子辛苦，看看要不要直接住进后宫算了。是。皇上与皇后同心同德，皇后娘娘也正有此意。皇后娘娘也正有此意是什么意思？皇后念裴公子时常进宫与嘉贵妃作伴，可谓是姐弟情深。前不久嘉贵妃身边的福禄公公没了，眼下裴公子正好补上，也好与嘉贵妃姐弟团圆。哦，不过皇后说她只是提这么一个建议，具体的事宜还由皇上定夺。那裴宰府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求皇上把他那逆子赐死，以正律法。他摆出那副大义灭亲的姿态，不少朝臣跟他求情，说什么不能让宰府绝嗣，求皇上免其死罪呢，最后只流放了3000里。不让绝嗣，难不成裴家还能生出个儿子来？全嘎干净了，生不出来。那这与绝嗣有什么区别？这不想绝嗣，就让皇上再给宰府挑几个好生养去，再努努力，说不定还能老来得子呢。能想能干，才万事不难。又是哪个世家纨绔子弟夜里逗留后宫？怎么皇帝的后宫这么好玩吗？又是哪个嫔妃故意在此地制造偶遇？以往倒是不曾见过。此女容颜是好的，看起来没有其他女人那么娇气，衣着妆容也不刻意。不过她这张脸确实比裴家儿子高级了好几个等级。既然是来制造偶遇的，却不仔细打扮自己，难不成是想欲擒故纵？女人无非就那点心思，还以为朕会上当吗？你是哪个宫里的？嘘，有人来了。走，我们快往小树林里躲躲。朕是皇帝，为何要躲？他身上的气息有点熟悉，好像哪里遇到过。走。身为女子当自重，这样节不可耐成何体统？我拉你一下怎么了？你不要这么不识好歹。皇上来了，在你背后。那朕是什么？在你背后。那朕是什么？不信你回头看。我回头看你跑是吧？我不跑。让你回头，只是不想让你亲眼看见这世道的残酷与险恶。怎么总有人硬闯后宫啊？这个可比上一个脸皮子好看多了。甚至啊，胜过在西北时候皇后想圈养的那些儿郎们。既是主动送到我手上的，就这么放过倒是可惜了。那怎么办？充宫应该不允许豢养儿郎吧？那就把他送到健身房去吧。要把他嘎了吗？嘎了以后到我们中宫来当差，这样不就把他豢养在中宫了？万一他又是哪个大臣的儿子，那些当官的又要骂你怎么办？那就给他先安个淫乱后宫的罪名，堵上他们的嘴，再送到我们中宫来当差。这事我熟，我来。过来吧。这个估计又是哪个进宫要当太监的，乱跑迷了路，被我们皇后娘娘给撞见了。
人我给你们带来了，你们加个工，把他给弄一下吧。哦，对了，这个人啊，皇后娘娘要用，你们呐，可别让他跑了。这不能吧？这进宫当太监的都是家境贫寒之人，可此人看着就样貌非凡啊！乱闯后宫的能是什么好人？你尽管割就是。动手阉了吧。你们想干什么？莫怕，也就痛这一下，咬咬牙就过去了。你放心，这事儿不要命的。可是朕会要了你的命！陈护驾来迟，请皇上降罪。皇上，我才不是啊！皇上饶命！一群狗奴才，连皇上都敢冒犯，幸亏我来得及时，要不然……你这次回来的倒挺快的。皇后出事了，怎么了？那儿郎嘎的过程中失血过多没了？哎呀，那人不是别人，是皇上。是谁？是皇上，他已经在往中宫来了，我们怎么办啊？莫慌，他来了，我先狡辩。那皇上要是不听呢？他又不聋，多少能听进去一点。给朕点灯。皇后，咱点还是不点？你们俩要是不点，就让周正带你俩出去点天灯。点灯吧。这长相喜人的儿郎，竟然是皇上。翟桃不是说他是个丑八怪吗？这等姿容，周正给他的画像究竟哪一点像他？如此人模狗样，干的却不是人事。皇后，你该当何罪？你把朕送净身房做什么？要阉了朕？误会，我只是送皇上去那里休息了一下。你把朕当傻子啊？这皇帝笑起来还怪好看，说到底这事儿还得怨他，没事长这么好看做什么？我并不知道大晚上在湖边流连的人是皇上，那皇上也没认出我来，对吗？对。那裴家公子夜留后宫在前，我再见有男子在后宫出没，不得不提高警惕，这没错吧？说的也有点道理。那身为皇后，保护后宫安宁是我的职责，所以我必须做出行动。所以这就是你把朕送去净身房的理由？那宫里不是新来了一批太监吗？我以为是哪个新人迷了路，那既是遇到了，自然要叫人送回去嘛。啊，那这么说，是朕的错。皇上要是今晚去陈贵人那，就没事儿。你住口！还真有勾脸把错都归在朕身上。你打晕朕！以下犯上，必须治罪。我若知道你是皇上，怎会打你？成亲数月，我连皇上的真面目都不曾见过，如此冷遇，真叫人寒心。这皇后不当也罢，你干脆废了我吧，把我送回西北老家去，从此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你休要动不动就拿回西北老家要挟朕，这样
朕给你2个选择，要么让周正打你50大板，要么朕亲自动手还你一场，你选吧。那我就让皇上打一下吧。你要是聪明，你就该选周正，他好歹能给你留半条命，而朕，我一掌劈死你。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还是坚定的选择皇上。愚不可及。那既然是你自己选的，那就不要怪朕不给你留情面。那要是周统领打我，那外人难免会揣测帝后不和。这要是皇上打我，那就跟我不慎打晕皇上是一个道理，是打情骂俏，打是亲，骂是爱。来吧，皇上，往这里打。还算没蠢到不可救药，不过他不能死在朕的手里，且留他一口气，叫他苟延残喘着便是。天杀的，这根本就没碰到他。皇后娘娘，皇后你不能有事，皇后娘娘。哎，别以为装死了就没事了啊！皇后娘娘手无缚鸡之力，如今都被打昏了，皇上还不肯放过，难道皇上一定要把皇后打死了才肯甘心吗？皇上，你手下留情啊！皇后，玄太医啊！参见皇上。皇后晕倒了，给她扎上几针。容微臣查看一下皇后是何故晕倒。不必了，皇后是无故晕倒，你带了多少针，直接扎便是，直接扎到她醒来为止。这扎坏了，我岂不是要酒足消消乐？怎么，还要朕亲自教你怎么做是吗？微臣不敢，还请将皇后移至榻上，微臣方便好施针。你们俩搬吧。皇上，请恕奴婢力气不够，搬不动皇后。非得搬去榻上，就躺在这地上，扎出会把他扎死是吗？在这儿实在是不方便，要不然皇上，劳皇上讲。小不忍则乱大谋，今日不把他扎成4尾，朕怒火难平。你们俩起来。这狗皇后是铁打的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若是连个女人都抱不起，这颜面何在？谅他是个重于千斤的铁疙瘩，今天朕也要把他本头砸上去！皇上，您怎么不走了？朕的腰断了。什么当紧身克制？切莫为了一时欢愉而伤了根基。这群老东西什么意思？皇上，您昨日在后宫闪了腰，今日又取消了早朝，臣以为您是切莫为了一时欢愉伤了龙体啊。还纵欲过度，这狗皇后把朕送去净身房，差点断了朕的根基。皇上素来不愿碰触女子，这回竟然主动抱皇后，太奇怪了。自当红侍女进京跟朕玩会，朕先是龙脸被打，龙脖被挠，接着龙爪被捏，龙膝被摔，而且龙腰闪了，连龙根都差点保不住，真是浑身上下就没好过。这红侍女留不得，必须尽早除掉。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找到了。皇上是有什么问题吗？
真让你找的是替身，你就不说有10分像的，你最起码也得有个7、8分吧？你找的这是个啥呀？鼻毛都快长出鼻子了。您要的不就是这份男子气概吗？这有什么区别啊？周正，是臣消息有误，请皇上降罪。说说看，这么离谱的画像哪儿来的？是臣派往西北的探子在街上买的，说是西北女霸王的画像，有镇宅驱邪之功效。搞半天，这画像有问题啊？多少有些误差。哼，谦虚了。那是多少差那么一点吗？周统领，你这不纯耽误事吗？人重新找。那皇后的样貌，让画师重新画。明白。你去找一名杀手，出身于永安王封地，莫要与京中扯上关系。先杀了皇后，再用替身稳住封家，最后在必要时嫁祸给永安王。皇后身边的3个高手还没露面，若不除掉他们3个，恐无法成事。皇后与她身边的那2个侍女，行迹非常可疑，速速去查。是。近来我们动作有点频繁，可能引起皇上的察觉，你们都注意点，莫让人探出了底。皇上会突然查探我们吗？估计又是那个周统领，上次他把咱们的护卫查了个遍，差点就把我是来探查你们的写在脸上了，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人是不怎么聪明，但习武之人的敏捷性还是有的。那我们怎么办？拉胯点。哎呀，再来一点。皇后娘娘，皇上特意派了画师来为您画像。好啊。你这画的什么呀？手艺不行，你就给朕卷铺盖走人。是皇上要求微臣如实照画的，既不能刻意美化，又不能刻意丑化呀。交代给你们这点事就办不好，还得养着你们这些吃干饭的。滚出去！是。照这个画风去找。周统领误皇上深意呀！这画中人比这名动京城的嘉贵妃也不逊色。皇上，皇后在问，今晚您是不是该去孙婕妤那里了？他就这么想让朕去后宫吗？传话去，朕今晚要留宿中宫。是。皇上可是从来不在后宫过夜的呀。朕想去探探他这2个侍女，不行吗？恶徒少诬陷。哎呀，周统领，你为何要打杀我们？就是，我犯了什么罪遭你这般毒打啊？娘娘，
只用了几分力，还没怎么碰到他们，而且我也受伤了。这就要走，难道不该把话说清楚了再走吗？二位请慎言，我何时要杀了你们呀？那你为何从背后偷袭我们？把手松开！放！皇后，还请让他们先松开。我这2个侍女平时最爱哭鼻子，心眼又小，这无缘无故挨了打，你让他们怎么能放得开？还有，你怎么能打人呢？我打人？住手！住手！你们2个当众扒男子裤子，你们就不觉得害臊吗？我们又没当众扒自己裤子，为什么要害臊？就是，又不是故意的，只是想讨一个说法而已。恬不知耻！皇上，朕从未见过如此恬不知耻之人。他们不都一直这样吗？皇上，他们如此难缠，你为何还不出面啊？朕丢不起那个人。皇上，皇后身为后宫之主，纵容侍女扒统领裤子，是不是有点不太成体统了？我的侍女无故被打，周统领又不肯解释清楚，他们俩难免抱着他的腿讨说法。周统领的裤子只是恰好在这个时候意外破了，是吗？此事呀，确实不成体统，就应该把周统领给拘起来，先打50大板。这以后啊，他应该就不会随意在后宫行凶了。今日我看在他是皇上近臣的面子上，才没有追究。如此会诡辩，让你当皇后着实是可惜了。皇后的上升空间是女帝或者太后，我倒是想，就怕你不愿意。皇后昔日在西北是怎样生活的？缘何得了个西北女霸王的名声？仗着家中有权有势，恃强凌弱惯了。倒也不必这么理直气壮，又不是什么光荣炫耀的事。那天晚上，朕因抱皇后闪了腰，这说明皇上缺乏锻炼，还是皇后重的离谱了一些。寻常人可不像皇后这般。再者说，皇后的身形并不胖，我的肉又紧又厚，是吗？不信你摸摸看。你这是在勾引朕？我最多只能算挑逗，不过我确实比一般的人肉紧，平儿比一般女子的肉更重，不过重到离谱应该是不至于，有可能是皇上那天晚上没有吃饱，有可能是在气头上，所以对我的体重估摸着有些偏差。这人呐，昏了头就容易产生错觉。皇后，朕还以为是因为皇后会使力。蛮力我是有一点的，在西北不比宫里这么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很多事情都需要我自己亲力亲为。比如呢？比如给我父亲的马提水刷澡。家里没有刷马的小厮，那马踹人。皇后那日打晕朕用的动作，既干净又利索，可不是一般人有的身手。在西北杀猪宰狗的事做多了，西北猪狗多。杀猪宰狗，要是下手慢的话，那些猪狗不就跑了？皇后这是拿朕在跟猪狗相提并论。
皇上哪能跟猪狗比？我的意思是说，皇上不能和猪狗相提并论。红杏，猪狗不如皇上。皇上，这夜都已经深了，你早点歇下吧，早睡早起对身子好。朕睡不着，谁也别想睡。把朕气成这样，还怎么睡？皇上这是觉得热吗？但我并不这么觉得。为了能彼此兼顾，皇上要不把衣服脱了裸睡吧？你倒是挺会想。朕的意思是，让你起来给朕倒点水，朕渴了。行，这伺候皇上是我的本职，别说是倒水了，就算是喂到皇上嘴里，也是我应该做的。皇上等着。再试试他的身手。朕的腰啊！皇上，你没事吧？皇上，您的身躯太长，刚刚又差点把我绊倒了。我就那么胡乱一抓，竟然抓到了皇上的一条龙手。皇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皇后莫不是想弑君？弑君于我有何好处？要杀也得等他后继有人了再杀。现在死了，谁来接盘？朕谅你也不肯。皇后娘娘，今夜皇上又不慎闪了腰，你去看看有没有大碍。哎，是。顺便再看看其他方面。那方面是指？就是那方面，看看有没有什么影响。明白。说说看你明白什么了？哪方面是指哪方面？皇上对此比较敏感，毕竟涉及男人的自尊，不妨事儿。你顺便看看就行。皇上除了龙腰受损以外，身体很健康，那方面也没有问题。那为何皇上在后宫频洒雨露，却不见开枝散叶的？这或许是时候未到吧。也可能是火候不够。趁着这次给皇上治龙腰的机会，再给他开一些提升腰力的药，给他壮一壮胃。是。听闻皇上昨夜留宿中宫，又闪了腰，而且还招太医开了那种药。先前就给皇上食补，不是腰子就是黄鳝，如今再加上药补，这皇后胃口之大，欲望之强，真可怕。不愧是西北女霸王，果真彪悍，名不虚传。朕从不沉迷于女色，如今却被扣上了纵欲过度的帽子。皇上腰力不济，切勿行动过激。我什么时候过激了？我哪里过激了？皇上息怒，这个狗皇后，朕的一世情能尽毁于她手。皇上可有想过换种方式与皇后相处？换个方式，如果我们一直与皇后貌合神离，针锋相对，岂不是会惹得皇后处处谨慎，时时小心？咱们对付起来也难。你是说，如果让皇后对皇上心生爱意，岂不是省了很多事？
谈国事就谈国事，扯那些情情爱爱的做什么？这后宫本来就与前朝密不可分的，您能对嘉贵妃心如止夷的，那为什么对皇后就不行？后宫女人是稳固朝堂的工具，而皇后是朕收拢储西大军最重要的工具。倘若皇后一心放在皇上身上，事事以皇上为先，处处替皇上考虑，还愁冯家不为皇上所用吗？若如此，倒比杀了他有用。只可惜这皇后脑子里没有什么情情爱爱的，否则怎么会一直把朕往后宫推？皇上魅力无限，整个后宫为之倾倒，只要稍微用点心思放在皇后身上，还怕她不动摇？看来你比朕还懂。臣也只是纸上谈兵，这磨枪上阵还得皇上亲征才行。皇上，您与皇后还没圆房吧？新婚宴，我都已经把酌情单下到他酒里了，可是对皇后没用啊。还有这样的事？您确定他喝了？杯子是空的，但黑灯瞎火的，那多半是没喝。新婚宴连喜酒都不喝，他会一心一意的爱朕？这感情还是得慢慢培养的。再说皇上您不也没喝吗？你半斤就不要嫌弃别人8两。皇上你怎么又来了？您今晚该去陈贵人那儿。冉郎，你终于想通，可跟我处处看了。刘郎，哎呀，你这手不愧是文人的手，白白净净，摸起来还挺滑溜的。杨郎，你听我解释，我跟他们只是逢场作戏，我对你才是认真的。这个二郎长得倒是很不错。怎的？你还瞪我？万万没想到，狗皇后居然这么能玩。她岂止是跟一个人情短情长，她是跟一堆人情短情长，口口声声对这个也是千般珍惜，对那个也是万般喜欢的。她想跟这个好好处，又想跟那个过日子，这一堆儿郎里，独独没有朕，没有朕。我跟你们说啊，我这个人呢，有一点点特殊的小癖好，我保证你们会喜欢。等着。怎么样，是不是很舒服？先收着啊，一会儿还有更舒服的。天杀的，这狗皇后是要把中宫剪了吗？那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不喜欢？你不喜欢？这狗皇后简直就是个纨绔流氓！那
我杀了你！哎呀，哎呀，我这只眼睛好像看不见了。瞎了吗？我不知道，反正很痛。好歹夫妻一场，皇上下手可真狠。皇后说的嘛，大事情万事哀。哎呦，哎呦，哎呦！这被你搞成这样，这能没说啥？你松手，乞丐！松手！松手！要不是他老子在西北虎视眈眈，公开处死他都不为过，但帝后祸传出去也不光彩。昨晚感觉那么真实，竟然只是一场美梦。别人吃了捉情丹，欲火焚身，他吃了精神失常。阮郎是谁？刘郎是谁？梁郎又是谁？我们只是朋友。朕看是皇后的相好吧。我们真的只是朋友，清清白白，什么都没有。你若从实招来，朕还不会把你怎么样。你若对朕有所隐瞒，朕知道了，那就可是欺君之罪。皇上也知道，我都这般年纪了，进宫前还是独身一人。像我这般年纪的姑娘，那在西北早就是几个孩子的娘了，所以我为自己感到着急，不过分吧？你倒是有自知之明。我是对优秀俊俏的儿郎有那么一点小想法，但除了这样那样的原因，我至今一个都没得手过。而且我现在已经是皇后了，那些过去的事情也都不提了，谁还没点过去呢？像皇上的过去，我就不会多问，也不关心。从他的种种行为来看，别说对朕的过去不了解，就是朕的现在他也不在意。朕怎么娶了这么个狗东西当皇后？他这颗心，朕是等到天荒地老都等不来了，那就只能除掉他了。今日皇上顶着一张被挠花的脸上朝，惹得百官哗然，满朝文武都痛斥皇后您失礼，说您成何体统。皇上不也给了我一拳？今早皇上走的时候杀气腾腾的，他对我动了杀心，能不杀气腾腾？昨晚皇上跟皇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昨晚应该是着了道。糟糕，捉情丹落在皇后那儿了。速去中宫，朕落了东西。是。找到了。啊！这是什么？约莫着就是昨天晚上让我空欢喜一场的罪魁祸首。皇后娘娘，昨日夜里皇上在您寝宫落了一本很重要的折子，特命奴才来寻。啊，既是重要的折子，那可不能丢了，赶紧找吧。是。打小我教过你们什么？强取豪夺，威逼利诱，是来而不往非礼也。
还是有点舍不得。算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便宜这狗皇帝了。赵公公，奴才在。你要找的折子是这本吧？不是吧？不是吧？皇上昨个看的就是这本，就是这本。皇上，找到了吗？奴才只找到了这个。朕是让你找奏折吗？朕是让你借着这个名义去找卓清丹。这点事情都办不好，奴才无能。皇后硬是把这本折子塞给奴才，非说是皇上掉的。这哪有这样的折子？不动脑子也该知道，这是狗皇后拿来搪塞你的。什么东西，不堪入目！啊！朱军，快来看呀！我，哎呦，皇上岂能在批阅奏折时偷看春宫册？此等污秽不堪的东西，怎能与国家大事混在一起？皇上啊，在处理政务时，分身在这等东西上，实在有伤风化呀！皇上，切不可沉迷于此道啊！各位大人，老奴为证，皇上当真不曾看过。赵公公，不妨仔细看看这本册子的书皮，发白发旧到如此地步，显然是快要翻烂了。这叫没看吗？那是狗皇后看的，谁知道她私下里翻了多少遍？该死的狗皇后，这现在都快成一个老鹰棍了。总不能说是皇后看的吧？你炼的这些丹都给皇上吃了吗？皇上身体康健，岂可随意乱服丹药？这些丹药不过是微臣随手炼制。那你不妨帮我看看，这个是不是你炼的？这不是。卓清丹怎么会在皇后手？你过来。徐大人对炼丹之道造诣颇深，不妨帮我看看这丹是什么丹，有何功效？微臣才疏学浅，看不出来。不瞒你说，这是我发现皇上在吃的。他吃了此丹之后非常不对劲，喜怒哀乐就罢了，还差点把寝宫给烧了，还让我用蜡烛滴他皮盖抽他，让我很难办啊！这是什么虎狼之词？这是我能听的吗？微臣什么都没听见。我是说，皇上吃了此丹，非要……谢谢皇后娘娘。哎，你不要再说了。你不是没听到吗？没听到，挺好的。抬起头来，看着。微臣不敢。那我说话，你就敢不听了？这方式果然是西北女霸王的做派。这等容貌，于是皇上的丹青妙笔也没能完全画出他的10分神韵了。徐大人当真不知道此丹的功效来历？不知道也不碍事，你吃一颗，切身感受一下。这不妥吧？要是切身感受以后还不知道，那你才是真的才疏学浅，丢在这星辰殿里当差也不合适，不妨去后宫报道，然后再到我中宫当差。毕竟这二郎长得也不差。皇后，这事儿交给我来办，我跟净身房的公公们都已经很熟了。这不急，稍后啊，回去你慢慢说。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微臣好像突然知道此丹的功效和作用了。哦，你这突然来得很及时嘛。此丹名为浊情丹，能让服用之人产生幻觉，能让人情不自禁的男女之事。果然是好东西。这丹是皇上平时自己吃的，还是给后宫嫔妃们吃的？微臣不知道。可有副作用？
此丹是经过名贵药材提炼而成，对人体无害，反而可以滋补。深宫寂寞，有这等好事，大家应该拿来一起分享。徐大人，多劳你帮我再炼几炉来。这是本是绝密，这些后宫不就全都知道了？完了，这些天都捅出个窟窿来了。之前各宫说皇上多么厉害，难不成都是服了濯清丹之后产生的幻觉？原来皇上每次去后宫都不是亲自上阵，难怪各宫肚子一直都没有好消息。这说明什么？说明皇上他不行。这后宫满园佳丽，他看得吃不得，也挺难。那皇后，这子嗣怎么办？找个时机把这药给他喂上，看看他到底行不行。哪里不行就治哪里。好在他年轻，子嗣一事还是有机会的。雪莱，皇后要你去星辰殿做什么呢？皇后去视察了陈办公的地方。不说实话是吗？要不要朕治你个欺君之罪啊？他问微臣濯清丹的事，果然拉他手里了。可是皇上向来谨慎，这濯清丹怎会落到皇后手中？总不能告诉他，皇后吃了濯清丹狂性大发，把这衣服撕烂了，丹药掉出来了，而朕一心揍皇后，压根没注意吗？你怎么回答他的？我只说了濯清丹的功效，那跟全告诉他了有什么区别？可是臣要是不说，他就让我吃那颗丹药啊！这是吃一颗你会死吗？可是如果吃了之后再不说，皇后就会把微臣阉了，再抓到中宫当差。这鬼玩意儿！这皇后连裴宰府的独子都敢动手，那她动微臣岂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到时候满朝文武说不定拍手称快。这些倒是其次啊，只是怕不能再侍奉在皇上左右。这个你放心，就算是真的把你阉了，你也是留在我身边帮我做事儿，让赵公公好好教教你，也轮不到去中宫帮他做事儿。这帝后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皇上，皇后邀请您去中宫用膳。用膳？我看他是想请我用丹吧。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朕的秘密，便不能再留了，免得夜长梦多。得抓紧处理掉他。但是，让你找的人呢？微臣正在找，办点事拖拖拉拉，领俸禄我看你比谁都积极。终于有点理解周统领上次在宫中差点被扒光的感觉了。现在知道处在帝后的夹缝中生存不易了，早该让你体验下皇后的险恶。两宫当差，着实不易呀。赵公公何故也有此感慨？他在皇后那儿被药倒过几次，打晕过几次，还让皇上踹醒过几次。回来还被痛骂了几次。原来如此啊！唉，皇上说他国事繁忙过不来，咱们请他多少回了，他一次也不来，是不是心虚啊？估计啊是怕我喂他濯清丹，他不来，濯清丹也有法子喂他嘴里，把丹药啊放饭菜里不就行了？御膳房的路我熟，我去。如此，他就算吃了，我也看不到他发作的样子，失去了很多乐趣啊。毕竟那样好容貌的儿郎浪起来，必定秀色可餐。罢了，他既这么忙，那我就只能想办法逼他过来了。哼！皇上一晚上都去7、8次后宫了，纵欲过度必将损耗身体。皇上，您把精力都用于后宫上，哪有精力处理国事？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各位大人，老奴为证，皇上并没有夜遇妻女，后宫同事记录得清清楚楚，各宫流言更是甚嚣尘上。赵公公就不必狡辩了。很好，狗皇后是彻底让朕坐实老鹰棍的名声。总不能说是皇后给各宫喂了濯清丹吧？皇后还是适可而止，那东西可不是给你这么用的。皇上坐下来喝杯茶，慢慢说。不必，朕不渴。那皇上留下来一起用膳？朕也不饿，一会儿我就走。
朕绝不会吃喝他这里的东西，不会给他任何可趁之机。皇后，你如此滥用丹药，迟早会被发现。是皇上被发现，不是我。丹是皇后下的，朕大可以对外宣称，皇后这么做是想独霸朕。这儿郎要不是皇帝，我倒不介意把他拘起来独霸着。只可惜他是大家的，到时候皇后这宽仁大度的名声可就保不住了，只会落得个狭隘善妒、阴险狡诈之名。那我就对外宣称，皇上费了身子，那方面不如人意，我是为了维护皇上的面子才出此下策。如此一来，我宽容大度、为大局着想的名声就又回来啦。皇上还年轻，真要有什么毛病，早治疗早好，早日开枝散叶，儿女成群才是正事。才有毛病。人找到了吗？还没呢。你昨天才问过我，一天之间我上哪给你变个人？让你在永安王封地找的杀手呢？还请皇上再给臣一点时间。我再给你2年时间够不够？多了2个月吧。我看你这统领也别当了，你跟徐来一起去后巷给我刷粪土。皇上，你要杀皇后，也并非要用杀手。你又有何计？赛勒近日进贡了200匹草原烈马，此马性格刚烈，常人难以驯服。如果皇后被此马所伤，那便是赛勒人居心叵测，谋害帝后。如此便能借楚西大军灭了赛勒部，永绝后患。皇上圣恩。很好，皇后在西北的时候就爱给马吸走，传朕旨意，朕为解她的思乡之苦，让她把那200匹草原马都洗了吧。哇，真是好东西啊！皇后，这些家伙不能惹，他们撒起蹄子往人身上踩，直接就能把人踩成2半。皇后千万要小心呐！无妨，我就喜欢不好惹的。皇后已经乐不思蜀了，200匹的赛勒马被她刷的是干干净净，亮的都冒光。看来皇后在宫里还是拘束着，朕就应该让她上马场当差，天天跟马过。皇后确实天天在马场，而且早出晚归，饭都在马场吃。她怎么不睡马场？如今啊，她已经骑上赛勒马了。不愧是西北来的野女人，什么马都敢骑。不仅她骑上了，就连后宫的娘娘们都骑上了。赛勒马什么时候这么听话了？莫不是赛勒人以次充好，糊弄他？那倒不是，他们只听皇后的。至于奴才啊，还是暴躁的很。这么厉害吗？那朕倒要亲自去看看。皇后好威武啊！女子竟也能这般英姿不凡，不愧是出身西北将门之家，这等气魄，男子都比不上。如此才可尽早除掉。本想借着赛勒马的野性重伤皇后，如今看来是不成了。那就只能考验人性了。想让烈马失控发狂，那人为的方法还是很多的。嘉贵妃沉寂的太久，是。现如今，各宫娘娘日日跟着皇后在马场上骑马，个个乐不思蜀的。不愧是西北来的女人，整个后宫都带歪。本想着皇后是外地来的，在这后宫立不住脚，无人信服。可如今3宫6院的嫔妃都对她唯命是从的，再这样下去，后宫怕是忘了贵妃娘娘您的存在了。皇后已经出尽了风头，
赔本宫什么事？皇后在马场上如鱼得水，倘若她出了什么意外，她还能得意得起来吗？赛勒马的性子烈得很，倘若意外坠马，惊了那马撂蹄子，非死即伤。若是皇后运气好，没出意外呢，马疯起来可不认人。就算皇后娘娘没有受到意外，那后宫必然会有人受伤，到时定是皇后治理后宫不当，致人伤残。这样的话，皇上能不处理皇后吗？你说的容易，若是真能把皇后拉下马还好，要是不能，反容易让她查到咱们头上。娘娘您放心，只要差人往马的草料里加点东西，吃了下去，便无迹可寻。皇后，马失控发狂了，陈贵人还在马上。要让马群停下来，得先控制住头马。皇后，你去前面，那我留在皇后身边，边上待着，可别乱跑。皇后危险啊，小心！皇后！没事吧？皇后果真是深藏不露啊，如此奇术，怕是汴京也寻不出几个来。实际上是汴京也找不出第二个，即便换做皇上，也不一定行。狗皇后还说自己资质平庸，奇术不精，她对朕倒是一句真话都没有。皇后，这马暴躁的很是异常，是不是吃错了什么东西？这今日一切照常，并没有添加额外的东西啊。难怪他突然跑开，原来是有人暗中下手。看起来是袖剑一类的暗器，直接射在陈贵人的马上，直接冲皇后而来，这莫不是要了皇后的命？这都没把他收走，他可命真大。昨晚有人看到怡清宫的太监出现在马场附近，鬼鬼祟祟，形迹可疑。那本宫不知道，宫里太监那么多，怎么断定是怡清宫的？马场的事故险些牵扯人命，有人蓄意谋害后宫妃嫔，此事非同小可。我是必要查出一个究竟了。左右人我已经拿住了，贵妃要是喊冤，咱们就来审一审她。贵妃娘娘，救救奴才！你休得胡言乱语！本宫就算派人去马场，也不会说好奇皇后带着三宫六院天天在马场里干什么。这个奴才竟连马场都没进得去。皇后，不妨问问周统领。原来如此，奴才不是怡清宫的，奴才是中宫里做事的。什么？你没逮到本宫宫里的太监，你随便抓个人来吓唬我，你简直不是个东西！我们大家都不是东西。嘉贵妃先歇着，此事你无需担心。你要是没动手脚，麻烦也落不到你头上。周统领确实去过马场，我在马场附近找到了这个。现场还有几行脚印，根据脚印大小深浅对比的话，应该是两个男子，一个身高约8尺，一个7尺半。起初以为是袖剑，没想到是吹剑。皇后，这事儿还查吗？查什么？这宫里身高7尺的男儿能有几个？皇公公，你知道皇上身高是多少吗？这个奴才恰恰知道，皇上身长8尺。那周统领呢？怎么着也得7尺有余。皇后问这个做什么？哼，给皇上做寿衣。微臣信不辱命，皇上要的人找到了。
照着那位的容貌仔细梳妆打扮，约莫着能有个8、9分相似。除了脸有些相似，其他的一无是处。脸不可以相似，没有哪2个人的脾气性格是天生相同。好在后者可以学习，假以时日，应该问题不大。待会儿命人把那位的日常语录和行为举止都记录下来给你，带下去好生教导。中宫有没有动静？回皇上，好像就前天去了趟怡清宫，也没见有什么发落。然后昨天去了一趟陈贵人那儿，除此以外就没有了。这狗皇后不知憋着什么坏。宣王明德。是。皇上，他有没有说过些什么？哦，对，皇后问起皇上的身躯。他问这个做什么？皇后说有空的时候想给您做身寿，做寿时穿的衣裳。你觉得皇后会有这觉悟吗？下次睁眼说瞎话的时候，不要说的这么离谱。奴才不敢欺瞒，皇后娘娘当真是这么说的。滚回中宫去吧，把皇后的日常语录和行为举止一条条的记录下来，有一点差池剥了皮。是。皇后应该给我做的是寿礼。臣誓死保卫皇上。围猎在即，你还是赶紧把杀手攒齐。王公公这是在写什么呢？咱家在记录皇后的日常语录和行为举止。记录这些干什么？是要供后世所瞻仰，是要载入史录的。那你怎么净写些没用的呢？比如皇后这句“今天汗出的有点多，内裤都打湿了，有点夹屁股”，就完全没必要。还有这个，下次宫里进太监必须得选一选，不好看的先淘汰。我想挑2个放寝宫伺候都没法挑，没必要。那这个好看的儿郎为什么要拉粑粑？没必要。儿郎好看的手，除了拿剑执笔，还要摸不该摸的东西，没必要啊。那这些册子的姿势翻来覆去都看烦啊，改天换本新的。也没必要。我这不是如实记录吗？既然是供后世瞻仰，就不能这么写。你拿来，我们帮你写。我来。我来，这些都不要。今天召集嫔妃谈论琴棋书画，明天为天下万民祈福。今天给皇上洗手做羹汤，明天给皇上亲手缝补衣裳。朕的皇后这么贤良温婉，朕怎么不知道？瞎编也编得像样。皇上明鉴，这真的不是奴才瞎编的，是皇后身边的侍女瞎编的。你告诉他们，这些记录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吗？难道不是用来载入史册的吗？皇上也没告诉我是干什么用。第一次觉得蠢人也有蠢人的好处。幸亏是皇上反应快，要是我的话，眼睛都能被戳穿。能在瞬间接住那枚锤针，看来皇上也是个深藏不露。狗皇后暗算朕暗算的这么精准，恐怕不是只有一点点蛮力那么简单。发下杀之。皇后这是想弑君？皇上说的这是哪里话？我不知道皇上会突然进来，这要是误伤了皇上，我心里愧疚的很呢。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眼熟？这不是前几天在马场捡到的一个有趣的玩意儿，在院子里耍耍嘛。蠢东西，看那玩意儿眼熟吗？大意了，凶器竟叫皇后捡了去。幸好是皇上在前面，换做是我，这会儿就该开席了。看这情况，狗皇后全知道了。这么危险的东西，皇后就不要随便乱耍啊！万一误伤了朕，你全家都得跟着赔命。是我不对。周统领，你看看你抽空啊，还是要好好查查哪个爱签刀的，竟然把这么危险的东西混入东宫，真是该死，该死，该死！你看朕干什么？皇后问你话呢，咋了？是，臣遵旨。
夹在帝后中间，当真受气。哎，是我活该，谁让我随便乱丢垃圾的？过些天临场围猎，皇后可以一起去，可骑射散心。我不去。皇后不是最喜欢骑马射箭，前几天还天天在马场上骑马。我戒了。什么时候戒的？今年。看来这个皇后是故意的，周正找的杀手已到位。朕在围猎中布下了重重的陷阱，就等着诛杀他。他不去怎么能行？哎，皇后一同去热闹热闹也无妨，可踏青也吹啊。全当是安抚皇后这颗受惊的大心脏。既然皇上如此热情，那我就却之不恭了。怎么如此轻松就说服他同行了？莫非皇后故意使气拒绝朕，就是为了诱朕到中宫来，好射朕一箭？这狡诈阴险的狗东西！今日拔得头筹者，可得封赏。皇后，怎么还不行动？不急，皇上先去吧。也好，临行前吃一顿饱的也好。临行前吃一顿饱的也好。皇后在干什么？是不是也觉得有诈？我在看皇上这腰臀比例挺好，跟赛勒的骏马一样，绷得又圆又紧，不输咱西北的二郎。只可惜中看不中用。吁！皇后，怎么了？人在东北方向30米开外，他们好像在密谋什么，距离太远听不清，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皇后，我们要不要靠近些去看看？罢了，要是暴露了，影响到他们密谋的事就不好了。还是给他们留点私人空间。皇上，杀手已经埋伏就位，只等皇后进猎场就动手。替身也已经就位，一旦事发，可以第一时间顶击皇后。今天过后，中宫的皇后便只是一个好拿捏的枯口字母。大家记得，皇后进了林子之后，先探得她的踪迹，隐去好下手的地方下手。臣明白，臣会安排人去做。这是谁的马？估计是禁卫军的，约莫是屁股痒来蹭蹭。这皇上，皇上小心！皇上，小心了，皇上！好看吗？你们也第一次看？皇后问你们话，你们怎么不回答？一般，你就是皇后。狗日的，这是谁的马？不是我，这下事儿大了。给朕查！查不到，你们人头不保！皇后呢？早先便进猎场了，现在还没出来。进猎场就对了。是。皇后，怎么办？我们跑吧。为什么要跑？我们跑，他们才好追。总不能让他们跑，我们去追。有道理。啊！这烤肉冷了再热，热了再冷，吃了好几回都快吐了。皇上怎么还不请假回宫啊？看样子狗皇后是回不来了。今日已尽兴，即刻回宫吧。这可是个埋骨的好地方。
皇后可不是你这般做派，既然到了这个位置，就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我会以感染风寒为由，让你在中宫休养一阵子，你熟悉一下环境，尽快上车。是。除此之外，莫要生出不该有的心思。臣妾知道。皇后的尸首找到了吗？臣返回到杀手埋伏的地方，现场没有打斗痕迹，皇后和杀手都不知所踪。有种不好的预感，天要塌了。来都来了，别急着走啊！就是，好不容易把你们引到这儿来了，没人干扰，我们才好踏踏实实的送你们走。在西北的时候，原名叫折腰，折人腰的折腰。后来皇后娘娘觉得太直白，取了杨柳的柳，给我改名了，叫折柳。啊，我原来叫摘头。哼，皇后全都搞定了，一个没漏。搞得挺脏，那怎么办？就这么摆着吗？摆着不好看，还是收拾一下吧。皇上，所有人全军覆没，属下办事不力，请皇上责罚。朕的皇后一次次出乎朕意料，送了这好大一份。进京途中与朕交手的人就是他，他把人杀了埋了，自己却不回宫。你说他能去哪儿啊？你说他能去哪儿啊？属下不知。怎么还要朕请你去找是吧？属下这就派人去找。走。干杯！干杯！今日围猎，我们三个竟然都没带钱。对啊，这顿饭还是拿皇后的金钗换的，我们都点不起二郎作陪，真是扫兴。要不我去宫里顺点东西出来，我们多玩几天。很好，记得把我那顶凤冠给顺出来，那个卖了能值不少钱呢。明白啊？顺便再探探宫里的情况，告诉中宫的冯家军不要轻举妄动。是。怎么样？现在宫中是不是乱了套了？丝毫没乱，皇后都不见了，怎么能不乱呢？中宫住进来个替身，替身？什么替身？皇后的替身，和皇后差不多有7、8分相似。8分相似？难不成我还有一个流落在外的亲妹妹？她化了妆，只有7、8分罢了，估摸着卸了妆只有5、6分。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皇上这分明是想要杀了皇后，好找人李代桃僵。皇后，我们怎么办？我再进宫一趟，把那天杀的皇帝给他杀了。我再进宫一趟，把那天杀的皇帝给他杀了。哎呀，莫慌，我那凤冠首饰拿来了吗？啊，拿过来了。哇，明天都拿去卖。卖了以后呢？住在宫里当皇后也不是多自在的事情，眼下有人替我受累，再好不过。好不容易出了宫，把好吃的好耍先过一遍再说。对，皇后还没摸过京城儿郎的小手呢。听说他们不像西北儿郎那么粗糙，一个个都细皮嫩肉的呢。等在京城玩腻了，我再一路甩回西北去。来，拿着笔来，我要给老冯头写信报个平安，免得他被奸人所蒙骗。下回你进宫顺东西的时候，给冯家军报个信，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等我们离京时再一起回去。宫里会不会对他们动手？在我下落不明、生死未定的情况下，他们还不会轻举妄动。明白。哎呀，
纯金大槽，宝石镶嵌，雕凤栩栩如生，整个流光溢彩，熠熠生辉，真是不可多得的好宝贝啊！两位姑娘何故典当如此贵重之物啊？这两个丫头一看便是天真无邪、不谙世事，撞到我手里啊，便叫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人间险恶。缺钱啊！这一看便不是寻常人家之物，莫不是什么不义之财吧？这是我家主子结婚时用的，现在用不上了，来换点钱花花。我家主子的夫家是个不缺钱的，成婚没多久就领新欢进门，鸠占鹊巢，如今感情不在了，讨点钱怎么了？那姑娘想当多少钱呢？5000两。姑娘说笑了，这顶多值1000两。这么沉的黄金，这么多的宝石，这么大的珍珠，就这1000两？这已经是市场最高价，满京城不会有比我出的更高的了。要是1000两收了此凤冠，回头脱手能赚好几万啊！既如此，那我们去别家看看。姑娘别，咱们好商量，1500两，2000两。姑娘，姑娘，姑娘，呸！什么东西还不卖？没准就是偷的。哼！陈掌柜啊！哎呦，东家，怎么了？火气这么大？东家店里抢，伙计，给东家泡壶好茶。是什么样的事，值得你在门口骂街啊？东家，刚刚丢了一个大单子，2位姑娘过来当一顶凤冠。那罐子纯金打造，工艺精湛，上面珠宝镶嵌，珍珠翡翠成群，非常华美。是什么样的宝石？红绿蓝都有，个个通透无比，毫无杂质。那是什么样的珍珠和翡翠？那珍珠啊，有指甲盖那么大，翡翠则是死翡和碧翡。东家如何得知啊？那凤头优雅昂扬，凤尾根根分明，还有红宝石镶嵌，璀璨无比。东家真是神了！来典当的那2个小姑娘长什么样子？一个圆圆的脸，大大的眼，另外一个呢，瓜子脸，杏子眼。2位姑娘看起来都是涉世未深的样子。这不就是皇后的凤冠和她的2位侍女吗？这都多久了，还没找到皇后？你是只长饭量不长脑子吗？知不知道，要是让皇后跑回西凉报信，那咱们家就反了。臣已经加派人手，加紧赶往西北，定竭尽全力，在皇后到达西北之前，将人拦截下来。人影都找不到，你拿什么拦截？臣只能在各条通往西北的道路之上派人拦截。要不在京都找找看？臣只是觉得皇后现在可能还停留在京城。皇后怎么可能还在京城？你以为她会乖乖等着人去抓吗？你不懂就不要乱说，净给人添乱。好，周统领就当我没说。若是说疑似皇后侍女去我当铺里典当凤冠，那皇上肯定会怪我没把人扣下，跪在这里挨骂的人就是我了。这冤大头的事，还是让周正去做吧。传我命令，京城城门各处加强巡防排查。没卖出去。那掌柜的把我们当傻子坑，我看他眼睛都冒绿光了，结果就只要卖1000两。没卖出去就算了，回头我来处理。先听听说。听说前2天皇上被马给糟蹋了，你们知道这事儿吗？怎么不知道？现在京城里大大小小的街道都在说这事儿，究竟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说来听听。这事儿你们不如问我们，我们知道的最清楚。那天说月黑风高，只见皇上单独和一匹马待在一起。哎呦，是被2匹马夹在中间，就被2匹马给糟蹋了，这比说书的还精彩啊！是啊，这什么时候被马糟蹋了？还是夹在2马中间被糟蹋的？朕有这种奇遇，朕怎么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外面造谣生事？少将军，你看楼下那个人像不像周统领啊？他为什
什么不抬个头？只要他一抬头就会发现，他心心念念要找的人就在这儿啊。你可能比较忙，没顾上吧？又要抓我们，又要抓造谣的人，确实挺忙的。哎，说造谣多难听，我们只是对故事进行了合理的艺术加工。对。啊！快别讲了，就是要抓乱讲皇帝是非的人。哎呀，不能说了，不能说了。算了，我跟你说，明天把这些拿去都卖了。那这金冠怎么办？既然卖不出个好价钱，那就不卖了，又不是花不出去。明天找个铁匠铺子，这个都融了，弄点金豆子回来。快跟上！这周统领一天还挺忙，但也挺扰民的，就是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忙些什么。瞎忙吧，不管他。今晚我带你们去蓝竹轩玩，听说里面有许多俊俏儿郎。走。姑娘，我们这是谈天说地、雅俗共赏的正经之地，还请姑娘自重。你莫怕，我是一个正经之人，绝对不是外面那些好色之徒。那姑娘方才还摸我的手啊？有吗？那我应该不是故意的。像姑娘这般有勇气到我们这儿的，都是极少数。你方才不是说你们这里都是正经的地方，怎么来这里还需要勇气？但毕竟都是男色。既都是男色，那女子欣赏一下又如何？难不成这好看的儿郎都是留给男子的？也不是这么说。那就不要多说。你今晚的任务啊，就是把我给陪好，陪不好可是要退钱的。哦，上一次服侍了10个。怎么了？哎，你拉我做甚啊？你们仔细看看，那3位是不是皇后娘娘和她的侍女啊？快躲躲，别让他们发现我们啊！等明天早朝，我来探听。走。那几个好像是在朝的官员，他们正看着咱们呢，是不是认出我们了？这怎么行？得去打个招呼。有人过来了，被发现以后，他不是应该快速逃离此地吗？哎呀！几位大人，这是这么得了吗？几位大人，这是这么得了吗？参见皇后娘娘。你怎么来这种地方？若是让皇上知道，那可怎么好啊？我们怎么能心虚呢？应该心虚的是皇后啊！您乃一国之后，天下女子之典范，今夜流连此处，这要传出去，难免失了体统和颜面啊！对，皇后，您应当谨言慎行才是啊！这种地方是什么地方？这里是男子之所。皇后娘娘，你一个女子来此处，实为不妥呀。那几位大人来此寻美男子就妥啊？这不知道皇上和各位的夫人知道了，会不会失了体统和颜面？没想到各位还有这样的癖好。皇后娘娘，你误会了，实属误会呀。这，我们什么都没干，这是以文会友的。对，以文会友。好，那我也是来以文会友的。实不相瞒，我奉皇上旨命，微服私巡，体察民情，顺便来看看各位朝臣们私下是怎么消遣的。方才我听见你要把这儿的公子赎回去当书童，
以便关起来取乐。绝无此事，你休胡说！还有这事儿，我也听见了。哎，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我最多只是来这里喝2杯茶，可从没想过要把人弄回去当书童。这是个误会，皇后，皇上那边您可否酌情告诉，或者最好不要告诉呢？臣等几人定然感激不尽。对，哎，对，这着实误会啊，着实，哎，多少是误会啊！难道是让我当没看见大人？我们也就当没看见过你。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对大家都好。对，对大家都好，都好。我还以为他们要去皇上那告您一状呢，没想到啊，他们比我们还怕撞见。御史不要慌，只要我们恶人先告状，他们就没状可告。这是臣在京中一个当铺偶然得到的东西。你还有时间去当铺？这可是2个小丫头拿出来当的。皇后的那2个侍女，可能是吧。这些宝石他们哪儿来的？这个难道不像是从皇后凤冠上抠下来的吗？我内库里的宝石数不胜数，皇后头上凤冠的是什么宝石，朕心里都不清楚，你倒是挺清楚。臣也不知道，臣只是猜测。看来他们还在京里。哎，对了，周正这几天在城里来来回回的，折腾出什么名堂了？西来，你到底跟皇上说什么了啊？为什么我现在回来被打板子？皇后在宫外行乐的事情都已经传到永安王那里去了，你这日日在京中奔走，一次都没发现？什么？不可能吧？永安王要奉公参加灵祭，若是被他知道了围猎行刺的事情，后果不堪设想。糟了！永安王若是与西北冯家联手，皇城危矣。周正，朕最后再给你10天时间，封锁京城，在永安王到京之前，务必给我找到皇后，否则后果你自负。臣定不辱使命。你也跟他一起去，如果找不到，你跟他同罪。是，做好2手准备。皇上是想让永安王的队伍进不了京，可此次永安王妃这次也随行进京了。徐来，永安王这事儿，我到底是做还是不做？你都提了永安王妃了，怎么做你还不清楚吗？可是这皇上他向来不是耽于儿女情长之人。但是那位，那是皇上心头的朱砂痣。王爷提前抵京，虽然能避开危险，可是若皇上半途对我们的队伍出手，便能知晓王爷您不在其中，如此更会添得皇上的猜忌。无碍，有王妃在，皇上他也不会亲自动手。你说什么皇后？西北的那个冯皇后？宫中应该只有那一位皇后吧？皇后？她竟然也出宫了？难怪我们这次进京，感觉比平时戒严得很。如此，难道不是为了灵祭，而是因为皇后？京中禁严是从皇上围猎之后开始的，禁卫兵和城防兵每日到处巡逻，像是在找什么人。你去查一查，皇上围猎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这二郎比蓝竹轩里的公子要好上几个台阶，与宫里的那个倒是有得一比，堪称上上品。少将军有眼光，要不要先过去打个招呼，认识一下？越是好看的儿郎，就越不能随便，光打招呼还不行，招呼呀，要打到他心里去。怎么才能打到他心里去啊？要不要先掳了来，让他加深一下对少将军的印象？一会儿他出去以后，你俩尾随，找个机会
搂他。然后呢，关键时刻我再出现，英雄救美，先让他对我产生感激和信任。这事我们在行。那然后呢？然后我们自然先从朋友做起，在京里呢也差不多耍腻了，过几天就陪他回西北老家去，正好路上可以给我们解解闷。要是他发现少将军的险恶用心的话，不肯回西北呢？那就只好强撸了。不好，他看过来了，可不能让他发现我们3个是一伙的。怎么感觉怪怪的？识相的放下武器，把他交给我们，否则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我怎么了？冲突！光天化日之下，尔等敢拦路行凶，想让我放人，做你的春秋大梦！哎，你小心点啊！哎，杀！他们打他们的，我们快走，不要被那2个恶徒发现了。他一个姑娘家，手劲这么大，跟铁钳子似的。哎，你家主子呢？公子人呢？让一下。好了，这下他们绝对不知道我们跑到什么地方了。我们应该已经安全了，因为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哪儿。方才真是多谢姑娘你，要不是你一直拉着我跑到这个地方，线下随从都已经找到我了。不必客气，你的随从找到你的同时，那2个歹徒也就找到你了。你这等品貌，若是落在歹徒手中，你可是失何下场？那俩加上你，正好是茶楼上那3个后脑勺，是何下场？自是将你百般玩弄，再哄回老家豢养起来，日日供他取乐。那我还得感谢姑娘，将我救出龙潭虎穴。嗨，不必客气，我也无需你报答。我们可以先从朋友做起。也好，要是姑娘一来就想将我百般玩弄，我倒是有些不知所措了。嗨，你且放心，我是好人。走，我先带你去吃顿郊游饭。他这模样，恍惚竟有2分似曾相识之感。这边。姑娘，我们初次见面，姑娘倒是有些热情。我可不是对每个人都这么热情的，主要呢还是看缘分。我今日一见到你，就觉得颇合眼缘，有一种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感觉。姑娘，你莫不是对别人也这么说吧？那可没有啊，我只对容貌姣好的儿郎这么说。姑娘，你这是在夸我？我哪里是在夸你，我这是在说事实。你这姿容，就算是放在蓝竹轩的头牌公子，也得给你给怼下去。姑娘，你还去过蓝竹轩？我是一个正经人，岂会去这种地方？我只是听说过蓝竹轩在京城很有名的。这样啊，那下次我也带我的夫人去蓝竹轩逛一逛。你成家了？家中唯有一妻。我们的缘分到此为止。姑娘，你这是何意？我对人夫不感兴趣，先前的话就当我没说。收工，吃饭去。姑娘，少将军还没把他搞到手，怎么就放弃了？点儿呗，是个人夫。姑娘，进来喝杯茶否？今日不便，改日吧。姑娘，西北口音，还来过蓝竹轩？难道果真是他？还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呢。你平时没来这条街上巡查过？巡查过。那3个大活人坐在这里没发现？
当时赶时间，没顾得上抬头。客官，多坐一会儿。下午还有说书先生来说书呢。今年的围猎趣事，客官听过没？不想听，退下。我还以为客官找那3位就是为了听围猎趣事呢。虽然他们讲的很精彩，可是我们的说书先生讲的也不差。你的意思是说，是那3个人往外讲的？大家都在讲，可就他们3个讲的最好。有时候说书先生讲漏的，他们还会补充呢。都说家长不可外扬，这狗皇后到这里咬我，还传得天下皆知。我累死累活的找他们，结果他们就在我头顶上光明正大的造谣皇上，兴许还看着我一趟趟从这儿路过，太欺负人了。看来真是指望不上你了。我决定亲自在这儿蹲守，势必要活捉皇后。装起来。3天遇8回，少将军，他是盯上咱们了。我及时收手，尚未对他做什么，他莫不是想让我对他负责？要不要把他们弄去没人的地方解决了？哎呀，莫要动粗！这光天化日，天子脚下，不能惹出是非来。那怎么办？他既如此恬不知耻，那我就只好把他赶去卖了。我家主子喝阁下有话要说。我家主子没空听。事情是你们先挑起来的，总要讲清楚吧？说清楚什么啊？你们家主子不好好在家相妻教子，频繁出来勾搭人，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家主子怎么勾搭人了？长成那样还出来，不是勾搭人是什么？你们这是颠倒黑白，恬不知耻！我们家主子长得好，感情还有错了是吧？姑娘不是说我们先从朋友做起，怎么感觉姑娘对我的态度有所变了？跟你做朋友没盼头，这朋友还是不要做。好像自从知道我家有一妻之后，姑娘对我的态度就有所变了。这与我的预期不符，态度有所转变很正常。家有一妻，乃父母之命。我与他并没有夫妻之情，他心中亦非我。有故事，来，喝着酒慢慢说。这些年我们相敬如宾，我们久居外地，此番入京他也来了，只不过是我先抵达，他随队伍在后。原来你也是一个异乡人。此前我定居京都，后来因为家逢变故才迁居外地。我家妻有一青梅竹马，感情甚好，她嫁与我实属无奈，我自不能趁人之危，因此我们婚前婚后的生活也并无什么变化，有名无实。哎呀，这婚姻的枷锁着实害人。这次回京，一是为了祭奠王亲，二是为了替他寻找良人。若是他二人情投意合，我也就不当这个恶人了，自当成全他们。要不是我知道主人这回带王妃过来回宫是为了理解皇帝跟皇后的感情，我都快疼得哭了。这世界像你这样的好儿郎已经不多了。就是不知道这样的经历还能与姑娘接触吗？等你替妻子觅得良人，给自己戴了绿帽后，这朋友咱们还是可以再做。少将军，我们还和儿郎回西北吗？我喜欢强抢的，不喜欢主动送上门的。先耍2日，等耍腻了就把他弃了。这人有点奇怪啊，
才与少将军认识，就想与少将军发展一段故事。唉，我见到好儿郎时，还没来得及与他们认识，也想发展一段故事。就是，不然少将军也不会一见他就计划要抢他。人离开了。是啊，夜游寻香湖去了，还大包小包的带了不少东西。他应该是不会回来了。不会回来了？难不成夜宿寻香湖喂蚊子？说什么胡话！立刻赶往护城河门口所在城门。是。姑娘，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去郊游啊。那姑娘可否带上在下？我们就一辆马车，实在没位置了。你先回去吧。哎，姑娘，你不打算要我了？不是不要你，是带不了你。你要懂事。原来懂事是这个懂事。姑娘，你未免也太薄情了。大家都说我多情，你还是第一个说我薄情的。但你也莫难过，大家都是逢场作戏。可我是当真欣赏姑娘的。你的欣赏我已知晓，不过我们真的赶时间，后会有期。哎，姑娘，少将军，后方应是有一群马，约莫他们有不少人。看样子有人和我们一样连夜赶路。他们的马比我们的快，怎么办？他们应该是有比我们更着急的事情。那我们还是不要挡别人的道，让他们先走吧。少将军，我们现在要上路吗？莫慌，这会子上路也是跟在他们后面吃灰，且多等一阵。算算时间，朕出城之际，狗皇后应该还没走多远。朕骑的又是最快的塞勒马，没道理追了这么久，还不见人影。莫非他不在这条路上？围城，上！不是有什么急事吗？怎么又回来了？有没有可能是他们专门趁夜出来溜马的？以往我们在西北的时候也经常干这事儿，看那些马的体型和速度，还真是塞勒马。我看跑在最前头的那个还有点像皇上呢。难怪我看那儿郎还不错，只可惜不是一路人。现在不用吃灰了，我们也该上路了。不对，又被狗皇后耍了。少将军，那群人又回来了，前路光秃秃的，连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本就藏过一次，再藏就是坐以待毙。少将军，干什么干？周正没在，他是皇帝的宠臣，他怎么会没在？看来他去调兵了，约莫着30-40人，只是先行部队，后面应该还有追兵。只要少将军下令，我们杀他一个回马枪便是。莫冲动，这些人看上去武功应该不弱，打杀起来费时。若是拖到周正跟援兵赶来，更加不利。那怎么办？先跑再说。可是我们的马如何也跑不过他的塞勒马，要的那是跑不过，且等他来追。糟糕，又中计了！朕说怎么这狗皇后明知跑不赢还要跑，原来是有朕孤军深入，想擒朕。这3人武艺高强，若动起手来，朕恐怕等不到禁卫军救援。想好没？这下打不打？皇后真是让朕好找。打不了了，也可能是皇上找的不够认真。围猎后，皇后就不见了踪影，都到哪里去了？原本是迷了路，可我好不容易找回营地，就发现皇上丢下我，自己走了。那为何不回京啊？我应该是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迷乱了眼。
一时贪玩忘了。那又为何擅自离境？除了赏月啊。京里没月可赏。京里的月亮没有京外的圆，不信你抬头看。可恶，这为什么要听他的？臣救驾来迟，请皇上降罪。周正，护送皇后回宫。是。哎，等等，这塞勒马性子烈，未免徒生意外，皇上最好与我同行。塞勒马，朕如果驾驭不了的话，这一路上怎么追上了皇后？皇上，同行否？看来没有皇后还当真是不行。当初就不该让她切除这塞勒马，如若群马动乱，胜负就更加难料了。朕终究不如皇后熟悉这塞勒马。皇后，可否与朕同行？既然皇上想要，那我便满足你。说了什么虎狼之词？塞勒马应该是这样骑。驾！狗皇后坐朕身后算怎么回事？搞得朕像被她揽在怀里的小媳妇，朕君威何在？你到朕前面来。这样不好。朕不喜欢坐前面。又不是皇上一个人不喜欢坐前面，这一点我与皇上也算志同道合。无论如何，朕要掌握主动权。哼！他身上全无女子的脂粉气，朕不像喜欢个女子，抓了这海东青，恶毒朕。你别想这天。图杀正义！让皇上坐前头是为皇上好，皇上偏不听，坐前面就不会被撞到了。您老可是铁打的吗？我练过铁头功。皇后不是一贯会装傻充愣，怎么现在终于承认自己练过了？铁头功又不是什么说不得的，这世上许多人都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决心，其中也包括我。所以皇上以为练铁头功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免受伤害？倒也不是，主要是为了把南墙撞破。千万不能让皇兄发现我提前到京，更不能让他发现我跟皇后有所来往。亭子里有人？这皇后她要干什么？这黑灯瞎火的，她在那儿干什么？出来！你们是谁？朕还道这坊中是谁，原来是永安王。臣弟刚刚才到京，还未来得及祭奠，还请皇上恕罪。刚到京就夜游寻香湖了？臣弟见今晚夜色正浓，想起儿时和父皇皇兄一起赏月呢。这么说，你和皇后不相识了？皇后？什么皇后？臣弟没见过，更不识得。你家的随从今夜怕是出不了城了，正好我们要回城，不妨一起。这叫不识得。皇后，你完全可以少说两句，或者不说。皇兄，臣弟当真不知她是皇后。那为何一头幽浮？只是偶遇，而且我们二人都未告知互相身份，是吧？你这样看我做甚？我又没拆穿你。这么说，你俩怎么就认识？我可什么都没说。永安王，你说。皇兄，臣弟对天发誓，我们只是偶遇。是吗？他说是就是。你们怎么出来的？皇兄，臣弟也不知，我们醒来时就已经在这城外了。我第一次来京城，昨夜永安王邀我游湖，不然我还不至于到此一游。皇后竟想让我背锅。皇兄，我只是在街边偶遇到皇后，你就已经大包小包的准备离京了。臣弟料想他是想骑马回城，结果没想到他方向走反了。永安王口才甚好，
臣弟惭愧。一个皇后就已经让朕很烦了，现在又来个永安王，是想烦不死朕吗？你们在一起都干了些什么？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在一起还什么都没来得及干呢。哎，皇后，请你慎言。哎呀，皇兄明鉴，我们不是什么都没来得及干，而是什么都不会干。那你们又聊了什么？我们只是聊些寻常话题罢了。他聊聊他的感情经历，我聊聊我西北老家的事儿。打算有机会去我西北老家看看。对，去西北借兵造反吗？皇后，请你慎言，我们何曾聊过这些？没聊过吗？难道是我记错了？那应该只是聊家常吧，不然还能聊什么？不然还能聊一些密谋造反之类的事儿吗？臣弟万万不敢呐，皇兄。照这下去，兄弟要被他撺掇反目。王爷，王爷，你怎么了，王爷？本王被猎物咬了，不对，我才是那个猎物。本以为皇后是个好对付的，没想到她才是那个深藏不露的。而今想来，主动结交时，他便已警觉，更是将计就计，想甩锅给我。此番我真是大意了，轻易接近他，实属草率。等王妃进京以后，说不定事情还有转机。皇上若与王妃旧情复燃，帝后必然失和决裂，到时候再站在皇后这边，就顺理成章多了。我买的那些特产，别忘了都送过来。是。以后离永安王远点。哎，皇上放心，我心里有数。皇上，皇后已经找回了，皇上为何还不高兴？皇后与永安王狼狈为奸，朕高兴什么？皇后只是想拉踩永安王。朕又不瞎，朕当然看得出来，只是这两人有牵扯，朕就不放心。皇上是不是吃醋了？吃醋？吃什么醋？什么吃醋？微臣失言。来人了，周统领嘴馋了，给他弄2坛醋来，喝不完不许回去。啊！永安王接近皇后就没安好心，永安王似有不臣之心，还想拉拢皇后为己所用。说不定他真的只是想跟我交朋友。那永安王若是真的造反，皇后该如何？当然是眼睁睁看着了。我要是帮了他，即便成功，也只是一个皇后。可我现在已经是皇后了，还费那个劲做甚？有道理啊，没好处的事儿我可不干，除非他能让我当太后。中宫的替身送走了吗？送走了，皇上放心，一切了无痕迹。皇上是在担心皇后与永安王有往来一事。若皇后知晓，朕欲取她性命，一怒之下与永安王联手。皇上是觉得现在皇后还不知道吗？朕看不透她。这永安王妃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曾经踩嘉贵妃一头，被称作上京一绝。皇上与她青梅竹马，从小便对她情有独钟，都以为她会嫁给皇上，怎知永安王当了太子后，她便嫁去当了太子妃。只可惜永安王争储失败，她又只成了个王妃。这可真是阴差阳错，令人扼腕呀！皇后您别不当回事儿，她可是皇上爱而不得的白月光啊！要是得不到的都是白月光的话，那我在西北岂不是一片白月光啊？都散了吧。永安王说妻子进京寻觅良人，我还以为是瞎编的，没想到居然是真的。而且这良人还不是别个，竟是皇上。那这永安王居心叵测，莫不是想离间皇上和皇后？他但凡送进京来的是个貌若天仙、上京一绝的好儿郎，那这离间计我保证能成。到时候皇上敢动一下那个好儿郎，我便让他悔不当初。我们该拿永安王妃怎么办？我对少妇不感兴趣，不过可以借此给皇上点颜色瞧瞧。朕还什么都没做，你们就急不可耐的劝谏朕，顾忌纲常人伦。
君子不夺人之妻，切莫昏聩荒淫。这什么时候昏聩荒淫了？啊？这还什么都没做，这连人都没有见到。你不在中宫伺候，来这儿干什么？皇后娘娘说要准备后天永安王的接风宴，发现凤冠不见了。娘娘说，定是皇上趁她不在宫中拿走的。他还好意思说是朕拿走了？他怎么不说是朕给吃了？皇上息怒，凤冠不是在这儿吗？快去拿给皇后。皇上，既命内造局夜以继日的重新赶工，造了这顶凤冠，你又何必再动怒啊？凤冠哪儿去了？他自己心里最清楚，还有脸来找朕要？那皇上不也照旧给他了吗？朕当然要给。这凤冠在很多场合都得配的，他要是没有了，丢的还不是朕的脸？像，真像啊！连上面的珠宝都一模一样。哎，这关键时刻，当皇帝的真是一点都小气不得。以后凤冠不见了，就找皇上，皇上办法多。今夜宫宴，群臣百官都在，皇后最好别捣，省得让大家看笑话。皇上放心，我不是个捣乱的人。你不是，那谁是？一会儿宫宴上见了小娇娇，要是把持不住，就把人弄去偏殿。小娇娇？谁是小娇娇？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好歹要给永安王一点面子，不好当他面来，要不然别人骂皇上畜生了，多不好听啊！来，张大人，喝一杯。不错，刘大人，不错不错，这个新鲜，请。永安王，你的王妃呢？回皇后，王妃她今日身体不适，在别馆休养。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永安王妃既然体弱，何不在封地好好休养，偏要跑到这京城来？王妃毕竟是皇室儿媳，祭奠王亲，她理应在这。可如今的情况却是，王妃人还未至，京中却已风雨满了，而今宫宴又称病不来，永安王如何看待此事啊？谣言止于智者，王妃病下，他也不想。这永安王说的对呀，说王妃病成这样，还是带给皇上，但是不应该提前说一声。这帮叛国的正好的狗臣，就是想把事情挑大，恨不得皇室兄弟当场翻脸，同时操戈。皇上怎么不吃啊？是这酒不香，还是这菜不合胃口？这狗皇后唯恐天下不乱，唯恐没戏可看。皇后，朕想让他们换个话题。他们讲的不好吗？朕不想听。可我听着甚是有趣，不想听，皇上可以把耳朵闭上。可朕想让他们把嘴巴闭上。那皇上下道旨意就行了。那样显得朕太刻意。皇后出门不合适，毕竟涉及到永安王妃，朕但凡发个话，他们便会认为朕恼羞成怒。我可不当这恶人。你以为朕是在跟你商量？这是命令。皇上让你们把嘴都闭上。这不，都闭上了。皇上，别馆派人传来消息，永安王妃病重。王妃找人传话，是想请太医，还是想让皇上深夜来相会？我只是想起以往，若我有什么不好，他无论如何都会来见我。以他的狭窄之心，你觉得他会原谅你当初的背叛？我当初是看上太子妃之位，可你又何尝不是看中我爹背后的势力？如今你争储失败，我乃清白之身，沈凤定会不计前嫌。可皇上，你今非昔比。什么意思？他不会来了吗？那恐怕要让王妃失望了。王妃，宫里来人了，说是奉命接王妃进宫。王爷估错了，这不是来了吗？这么多年未见，
他还是从前那个样子，一点也没变。皇后难道想撮合皇上和永安王妃？皇宫里的女人，皇上连碰都不碰，想必是为她守身如玉。把她弄来，子嗣才有望啊。倘若皇上与她旧情复燃，养他的儿子，岂不是为他人做家业？无需担心，他当皇帝，那我就当太后。皇帝一般都很短命，大不了我再养个孙子。我爹都能熬死2代皇帝，我说不定能熬死3代。皇后说的有道理。怎么这么久？乾安殿比想象中远多了。王妃到了。怎么又回到别馆了？娘娘，皇上身边的赵公公将王妃的车驾送出宫去了。怎么到嘴的肉他还不吃啊？还有什么？难道皇上又后悔追出宫去了？皇上追来中宫了。说我睡了。这不还说着话吗？我入睡快，上一刻还说着话，下一秒就立马入睡了。不信，我现在就给皇上演示一遍。谁让你自作主张把永安王妃接进宫来的？王妃不是生病了吗？太医来回跑很是麻烦，干脆就直接把她接进宫。皇上要是不方便的话，我可以替你照料，你只需时时去与她闭门深造便是了。他明白什么？你到底想做什么？你是皇上，你看中的女人，别说区区一个王妃，就是王母，她也得拱手相让。皇上不用有压力。我身为皇后，为皇上打理后宫，为皇家开枝散叶，乃我本职。等她入了后宫，与皇上和和美美，早日诞下龙嗣，也好完成一件大事。他反倒比谁都担心朕和王妃没有后续发展。朕想问，这对皇后有何好处？皇上无需管我，你只需顺从自己的内心，只要皇上想，这事儿怎么着也得办妥。这狗皇后是巴不得把所有女人都往朕后宫引。朕只说一次，你听好了，她的事不用皇后来管，还请皇后以后不要自作主张。不管就不管吧，他还着急了。娘娘，永安王妃求见。进，让他进来。臣女参见皇后。皇妃不必多礼，且坐下说话。之前就听说王妃曾是上京一绝，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皇后谬赞了，今日得见皇后，亦是臣女之幸。这皇后的容色也太惊人了，不行，必须尽早出去。皇后不知我对杏仁过敏，如果我在皇后这里出了事，皇上必定不会轻饶了皇后。皇后，臣女忽感不适。你先别感到不适，先听我把话说完。王妃，你知不知道，皇上这些年想惨了你了。还请皇后莫要拿臣女开玩笑。皇上嘴上不说，但是对王妃的爱都在心里，以至于他再也容不下别人。你莫看这后宫妃嫔众多，但始终无一人能入皇上的心。好几次我都看到皇上一人独醉，嘴里喊着正是王妃的名字。王妃叫什么名字？臣女宁央。对，她喊的正是泱泱。我的泱泱，皇上日夜这般煎熬，我看见了，心中也难受。总想着你二人能终成眷属，不知道王妃你是何意？您若是愿意的话，一会儿呢，你就到我中宫歇下，我会派人去通知皇上。择日不如撞日，今晚你就侍寝。这么急？哎呀，你要是争气些，今晚过后一举得男，便可母凭子贵。虽然想顶替我当皇后是不可能的，但顶替那宫中
该死的嘉贵妃，成为唯一的贵妃，应该不成问题。怎么还没传膳？皇上，奴才刚去御膳房问了，说皇上的膳已经传了。传什么了？空气啊！是皇后那边先去御膳房递了话，说今晚皇上要与皇后共进晚膳，所以御膳房按照皇后的意思传去流芳湖了。传去流芳湖了？他把朕的御膳传到湖里去了？是湖里的廊亭里。皇后说今晚月色好，想邀请皇上一同到湖上赏月用膳。朕倒要看看又在搞什么名。这是百花楼的独门秘方，烈女吃了不烈，真夫吃了不真。只要让皇上和王妃吃下，保准他们俩能原地起飞。这么好的东西啊，真是便宜他们两个了。私人空间，良辰美景，甚好。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岸边及时观看现场。来了来了。皇后怎么不点灯？又不是看不见，这湖边呀蚊子多，我们悄悄的，莫要把他们引来了。那为何不将纱帐放下来防蚊？那还怎么赏月？那这纱帐和烛台拿来做什么？当摆设吗？拿来烘托气氛用的。所以皇后把晚膳设在此处，就是为了一边摸黑吃饭，一边喂蚊子，一边赏月。皇上，菜都凉了，你到底吃不吃？还是小心点好，狗皇后吃什么，朕就吃什么，免得着了她的道。皇上多吃点，毕竟一会儿要卖力气的，不吃饱怎么行？他怎么来了？谁呀？让我看看。哎，这不是永安王妃吗？皇上眼力真好，这么远近也能把她给认出来。永安王妃，你怎么到这里来啦？晚间无事，臣女出来散步消食，可打扰到皇上与皇后？不惊扰，不惊扰，你快过来坐。朕还有事，先走了。皇上就这般对我避之不及吗？这狗皇后又阴沉。神风，普天之下，只有这一人敢用这么又沉又急的声音叫朕的名字。曾经是朕纵容允许的，那时听觉得享受，如今。永安王妃说话就说话，能不能不要涨价？朕刚吃过饭，不想再吐出来。我知道你气我，不想见我，甚至不愿与我多说一句。此番进京，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想与你解释一二。没什么需要解释的。王妃进京，朕本意是避嫌，但既然你非要往这一头凑，今日就索性把话说清楚，省得以后纠缠不清。神父，你在说什么？朕的名讳不可以随意起，还请注意你的身份。永安王妃，皇上竟说的这般绝情，何须背对着我说？何不转过身来面对我说？转过身来啊！怎么不敢吗？他眼眶泛红，也不过是嘴硬心软，与我赌气罢了。朕一再避让，一再给王妃留脸面，朕以为您孤男寡女处于此，有损于王妃声誉，朕背对着王妃说话比较妥当。王妃却当朕不敢转身。王妃已嫁作人妇，更是朕的弟媳。朕即便是再昏聩无脑，也知道礼义廉耻怎么行。可我成婚那日，你哭得那么伤心，无助的央求不要嫁人，不要嫁人。我每每想起那一幕，我便心如刀割。
你们不要再一直提朕的黑历史，朕也要领到。怎么还没进展？有人来了，我看是谁？好像是永安王。哦，我说呢，怎么头上这么绿？原来是他呀！快，把那绿头怪拦下来，不能让他坏了好事。走。永安王，给我刷着吧。皇后，你怎么在这儿？把这绿帽子戴好。这人摔着了没事儿，绿帽子戴稳就行。走。你以为我愿意嫁给他吗？父母之命，先帝赐婚，我别无选择。我想给你解释，可你都不愿意听。你去请婚的那天，朕都看见了。服侍先帝的太监私下谈论，说宁太傅之女主动请婚嫁给太子。先帝诧异，他们也很诧异，都以为宁家女原本想嫁的人是朕。怪只怪那是刚刚立的太子，是永安王，而非朕。朕不说，不代表朕不知道。朕想给彼此留点体面，可王妃非要撕开来。过去的就让她过去了。你做好你的永安王妃，你是太傅之女，想来永安王也不会对你差，一生衣食无忧也不在话下。今日你我把话说清楚，以后互不相扰。皇上若真的不在意，后宫的女人为什么皇上从不留恋？还不都是因为你，我就知道，导致朕现在很厌你。行了，今夜到此为止。沈风，你别走，我好难受。可恶，今晚都是跟着狗皇后吃的，那酒朕可是一点没沾，为什么还是找了他？天杀的，要下在蜡烛里了，难怪狗皇后先前不让点灯。你起开！沈父，你别走，我好热。我若说我至今乃清白之身，你信吗？我未曾与永安王圆过房，我心里的人一直都是你啊！你圆没圆房，心里的人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今晚必须拿下他，绝不能让他走掉。你起开！沈父，明明我们以前那么要，我只是想要和你回到从前罢了。不要逼朕动手！难道你心里一丝一毫的在意都没有了吗？起开！哎呀，皇兄这可真是不懂怜香惜玉啊！可能是王妃的魅力不足吧，应该是药量不够。你还下药了？哎呀，皇后，皇上好像往中宫去了。住口！那我们还回吗？莫要惊慌，不然显得我们不在这里。我们得回去，抢占道德的制高点。哎，那我呢？哎，朕现在这样，你满意了？确实不怎么满意。只要是皇后想要的，朕都不想让你如意。你挺能忍啊。那不然，当个来者不拒的禽兽？皇后不了解朕，背弃过朕的人，朕只会深恶痛绝。任他千般示好，朕都绝不可能回头。纵你有再多伎俩，也休想得逞。皇上，你是不是不行？你要不现在就试试？我跟皇上可不一样，说是有人背弃过我，他回头向我示好的话，只要他还是干净、是诱人的，我也未必不能接受。长夜漫漫，皇上要是想试试，我们不妨回寝宫去慢慢详谈。你敢碰朕，朕饶不了你。看吧，孩儿郎的心思我可太懂了，大多口是心非，嘴上逞凶。朕警告你，要是再拿朕和永安王妃做文章，朕如何？莫非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给我也安排一个不错的儿郎。你想得美！朕只会让你追悔莫及。
看他慌慌张张落荒而逃，像是我要吃了他似的。好看的儿郎千篇一律，这么好看的儿郎，倒是万里挑一。皇后要不要趁着他还干净，先把他办了？你说的也对，他不想当禽兽，我可以当嘛。那我这就去把他抓回来。哎，且慢，这等强取豪夺的事儿，还是我自己干才有意思。你们俩收拾好周正，别让他妨碍我的事儿就行。是。皇上，你怎么了？滚！没用的东西，早干嘛去了？皇上，蠢东西，还不快来扶朕！这是哪家的俊俏儿郎？怎么主动送上门呢？红香，放肆！待会儿还有更放肆的，保准皇上会喜怒。红香，红香！你要是敢碰朕，朕一定杀了你！你个狗东西！叫大点声，我就喜欢性子烈。这不要在上面，就在上面。皇上喜欢在上面，巧了，我也喜欢，只能委屈皇上被压一压啦。